小娘子，把腿张大一点，没人娶你当老婆，你就只能当军妓了。按我林家祖训，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，需要选妻封地，为我林家开枝散叶。这些少女全部都是罪人，或是罪人之后。他们之中有被俘的异族少女，有贪官污吏之女，有囚徒罪犯之后。娶到了谁，那么就必须替这些女人洗刷罪孽，还清债。大伙儿快瞧，老陈为了西边那块地，居然挑了个80岁的老妇。林云，为何你还站着不动？我这是穿越了。林云，你要选何处封地？牛背山。按照原主记忆，此山遍地红石，总有臭鸡蛋的气味弥漫，以至于寸草不生，一片荒芜。我要这处封地。你可确定？我确定。林云，所选封地牛背山。什么？牛背山？那荒山？他疯了！寸草不生之地啊！牛背山破地方，一年税收不到200两，他怕是要还一辈子的债了。这样也好，至少牛背山这块烂地落不到咱们头上了。是啊。破地，烂地方。这个世界的人居然把一个遍地黄金的矿山称之为破地。那遍地红石其实是纯度极高的赤铁矿，而空气中臭牙子的味道是赤铁矿伴生的硫磺石。幸亏这个世界的冶铁技术并不发达，如今边境各族战乱不断，铁器弥极珍贵，高炉炼钢，在学习地质学时我就掌握了。现在得到了一块遍带铁矿的封地，这不是弯弯腰就能捡钱吗？如今不愁钱了，那么老婆的事……别碰我！这女的居然真的在今年的选妻队伍之中。听说她害死了一家30多口人，真是晦气！白发鬼，求求你选我为妻吧！我会做家务，我会刺绣，我不想死。我说了别碰我，滚开！谁会愿意娶一个白发鬼为妻？我嫌命长。谁不知道在大端朝白发鬼视为不祥，但凡与白发鬼成家者，不出3、5年大多家破人亡。剩下的选择只剩这3个了。一个白发少女，长相身材皆是极品，债务3000两；一个蛮族少女，身材高挑，充满着异域风情，整个人流露出野性的美感，但债务却高达3万两白银。我宁愿死，也绝不屈服。你敢选我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大胆！这名少女看上去十分虚弱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生人莫近的高冷。她的负债居然仅次于蛮族少女，白银2万两。我选她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选了那个女人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疯了吗？先是选了块破地，现在居然选白发鬼为妻，他不怕死吗？你真的要选我吗？你姓甚名谁？我叫吴越，没有姓。那你可愿意冠我之姓，嫁我为妻？愿意，我愿意。谢谢你，以后我一定会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，伺候你，报答你，我为你做牛做马。你是嫁与我为妻，不是给我做牛做马。
以后不要这样。不就是一个白化病吗？居然被世人当成了什么白发鬼，让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背负着克死全家的罪名，自卑到了这种程度。选妻环节已经结束。哎，那2个没人选，估计直接要带去处斩吧。还用想？那蛮族的留着也是个危险，早点杀了好。挺可惜的，2个都长得这么漂亮。长得漂亮，你怎么不选？我可不想背负那么多债务，而且我又不是凌云那傻子，我怕死。他们2个会被处死？本就是处斩之罪，若是有幸嫁于王族子弟，自然能功过抵消。可他们俩没这个福分。等一下，他们2个我全都要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先祖在上，我凌云愿意娶这2人为侧妻。凌云，不得胡闹！这凌云怕是要破罐子破摔了。这算什么？他不会以为反正还不起，债多不愁，柿子多了就不痒了？我看啊，他是真的疯了。先祖，我没有胡闹，族规中从未说过选妻只能选一个，而我作为王族子弟，本身也能娶一个正妻，2个侧妻，4个小妾。我这么做符合族规，也符合王法。你可知道，你若选择这3人，你需要背负什么？他们身上的罪孽由我承担，他们的债务我来偿还。你还？你拿什么还？我凭什么相信？若是还不清，又当如何？3年为期，若还不清，我愿意归还封地，自贬为民。好，氏族大家，王族血脉，选妻封地，说得好听，其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打压旁系庶出吗？我可是背负了53000两的债务，3年内还不清，封地都要被收回，贬为庶民。我一定会努力干活的，就算以后真的被贬为庶民，我也一定会好好伺候您的。我会刺绣，可以挣钱养活您。放心吧，大老婆，区5万两白银，用不着3年便能还清。大老婆，痴人说梦。怎么，二老婆你信不过你夫君？我不过阐述事实，你的领民不过500，土地贫瘠。没想到二老婆，你身为国师院的叛党，不只精通琴棋书画，连这些经营商贾之道也有涉及吗？看来我这是捡到宝了。潘达天神的孩子绝不受辱！你若敢侮辱我，我拼尽全力也要杀了你！我刚欠了3万白银，把你给救下，怎么说我也算你的恩人吧。而且你就算杀了我，你也难逃一死。这种你死我活的结局，不是我想要的。不如我们来做一个交易如何？公路的狗贼，你以为我会相信？别着急骂人，我知道你在战场上很强，而我刚好缺一个护卫，只需要1年时间。1年之后我一纸休书，你便恢复自由。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1年时间只要你不愿意，我们就只有夫妻之名，绝无夫妻之实。如何？我叫乌娜，我以盘达天神的名义起誓，愿意接受你的交易，保护你的安全。何人宣道？不过是一群流寇，公子不必害怕。
你虽是庶子，可我等也不会让你有危险。没想到牛背山治安这么差，这帮劫匪流寇，该不会要洗劫我得到的封地村庄吧？我要在半个时辰内到达峰顶。你们有何不满，就跟他说。快逃！劫匪来了！谁再敢逃，老子就先杀谁！将军，您上周才刚来过，并且已经掠走我牛背村的所有钱财，还请将军够不这是？老头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我知道牛背村日子不好，但也怪不得我，要怪就怪那位即将到任的新领主。新领主，每年我们都给凤阳会缴纳庇护，但是却从没享受到任何优待。这人说这些劫匪流口欺辱，林家根本管不我们死活。你若强抢，我们只能殊死一搏。好。是官府的人，是来救我们的吗？尔等何人？胆敢多管闲事，是活够了吗？原来是新任的领主大人。既然今日是领主大人上任的好日子，那小的不打扰了，不打了。列位将我凌云的封地当成什么了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他要干嘛？你莫要欺人太甚！老人家，我乃林家新任领主，你告诉我，这帮混蛋都对牛背村做了什么？多谢林公子的好意，您能帮我们将这些劫匪赶走，老朽深感谢意。哈哈，林公子，看来你的好意他们是不会领了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杀了这些混蛋，将王五留下。长枪借我一用。不好！知道我为何不杀你吗？公子饶我性命！公子饶命！小的有眼无珠。别害怕，我不杀你。回去告诉你背后的大王，下次再敢来牛背村搅扰。是，小的一定把话带到。多谢公子不杀之恩。你为什么要放他走？您这一位特闯下大祸，他们肯定会回来报复了。什么牛英雄？滚出去！马上就活不下的领主，你这一刀连最后的活路都没了。我杀了你们！你们这群天杀的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尔等刁民，胆敢辱骂藩王世家，罪该致死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在我封地，这些百姓便是我的子女，何时轮到你说三道四？给我滚回去复命吧！是。我知道大家对我林家积怨已深，林家之前也确实没有履行保护牛背村的义务，但是从今往后，牛背村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真的吗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现在话说的漂亮，等你讨要完水银离开后，我们依旧要承受劫匪的骚扰。谁说我要走？没看到吗？我连3个老婆都带来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与大家共进退。真的吗？看来这位新任领主真的和从前那些虚伪的林家人不同。林公子，您真的打算长居牛背村？当然，不然我何必大动干戈？可是牛背村这么穷，早就被林家放弃了。您这又是何苦？您老对这牛背山的各处地形可曾了解？自然，老朽从小在牛背山长大，对这儿的一草一木都非常了解。好，那明天还请您老能随我去一趟牛背山。牛背山那破地方有什么好去？牛背山除了石头就是臭鸡蛋味儿。林小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错，我就是要看石头。看石头？牛背山的石头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么是搞不明白。这里虽然有些简陋，但咱们好歹也算有家了。我知道你们3个都背负着不同的命运，其实我也是如此。但既然同处一个屋檐下，我希望咱们能摒弃成见，共同努力，将日子过好。相公，你是我救命恩人，也是吴越的男人。吴越不像叶婉清和乌娜都有本事，但我一定竭尽所能，将咱们这个家经营好。能告诉我你选择牛背山这么一块荒地的原因吗？你说3南年能替我们还清所有外债，你凭什么？你不过是相公的侧妻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按照家规，吴越姐是正妻，而你我虽同为侧妻，但我的身份也在你之上，所以不管你是人族还是蛮族，都给我放尊重点，别不懂尊卑礼数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从今天起不准再吵架。乌娜，你先回去休息。现在你该回答我了吧？我选择牛背山，
自然有我的意图，而且你不需要问我。再等一段时间，你就会明白。婉婷，既然相公这么说，你就先别问了。这牛背山不但不是穷乡僻壤，反而遍地是宝。你说了半天，等于什么都没说。喂，你干嘛去？天黑了，当然是去睡觉。做了一天马，累死了。婉清她其实是嘴硬心软。我知道，不过这个二老婆确实难搞。相公牛背山真的遍地是宝吗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相公，卧房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也早点歇了吧。我是正妻，自然要和你睡在一起。你不用不好意思。那个，你先睡，我还有事找乌娜谈谈。你是不是也嫌弃我？我知道自己没本事，性格也不好，所以你也嫌弃我，对吗？我没有嫌弃你，真的，你是我凌云明媒正娶的正妻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那你为何不愿与我圆房？不是不愿意，是我还没准备好。而且我要是嫌弃，干嘛还要你做我的正妻？听话，等我待会儿和乌娜谈完正事，马上就回来陪你。我等你。3个老婆3个性格，而叶婉清曾是博士院谋士，相当于大端神朝皇帝身边的幕僚，妥妥的女强人，身份显赫。若不是做了叛党，妄想推翻大端王朝，她也不会是这等下场。你要去哪儿？知道你定会来找我，所以在这里特意等你。相公白天是故意将那王五放走的吧？看来我小瞧你了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。你现在连夜进城去买一批捕兽夹回来。买捕兽夹干嘛？我当然要提前布置好陷阱，等那帮劫匪来，弄死他们。原来如此，相公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这些劫匪不过是乌合之众，我们今晚就直接杀进那些劫匪的大门，将他们彻底清除。傻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不过我还要借助这次机会，彻底扭转我们在村民心中的地位，直接将他们杀了，毫无意义。相公，你可真够坏的。抢贼来了！快起来，那些混蛋来了！别慌，昨天不是已经在村子周围下好捕兽夹了吗？去把我床底下的瓦罐拿出来。相公，这是什么呀？是大宝贝，待会儿叫你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继续睡，我和乌娜去就回。果然还是被我猜中了。林公子料事如神，老朽佩服。若不是昨晚提前布置好陷阱，今天可就危险了。乡亲们，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或多或少的怨恨我林家，但是今天我就将这黑风寨的劫匪一网打尽，还大家一个安宁。他们为何不跑？难道不怕死吗？大哥好像有些不对，咱还是先停下观察一番。怕个鸟！不过是林家派来的丧家之犬而已。兄弟们，拿出你们玩娘们的精神，给老子将这些刁民杀了！大哥，小心有诈！停下来！果然有诈！都给我站住！林家小贼真是可笑至极，以为靠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捕兽夹就能抵挡我黑风寨铁骑？如今的牛背村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是爷们就都拿出胆魄和他们拼了！我就说捕兽夹没用，这些劫匪又不是瞎子，岂会轻易上当？慌什么？发现了才好。老村长，将火折子借我一用。林公子要火烛子干嘛？这是点火的意思。这是什么？快将这大宝贝尽可能扔到这些劫匪身边去。明白。真的吗？我说过发现了才好。大哥，只剩20多人了。太好了，林公子实在太厉害了，这些劫匪损失惨重，我们再也不用害怕了。我说过他们会明白的。林公子，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！快起来，大家都不必客气，我林某保证以后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好孩子，林公子，你是牛背村的大恩人呐！老人家言重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相公，战斗还没结束呢，先别高兴太早。你说的对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只有战斗，才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。你们都愣着干嘛？还不给我冲将牛背村的人杀干净！不能再续了！你他娘的聋了！给老子上！大哥，你是不是投奔了那林家小子？大哥，我没有，我对天发誓，故意引老子中计。
王五，你这次立下大功，本公子答应饶你一命，你速速退下，免得待会儿误伤了你。大哥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没有背叛黑风寨，真的没有。那他为何单单点名饶你一命？大哥，他是故意挑拨离间，昨天他还想杀我。林公子太厉害了！你们这群废物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准备受死吧！小妞，凭你的本领，留在这臭小子身边，完全是暴殄天物，何不归顺于我？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你小小一个土匪头子，简直不知死活！姑奶奶不屑与你一同同流合污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本王就成全你。力气还可以，不过与我蛮族相比，还是差了点。这次轮到我了。吴娜，这些混蛋死有余辜，难道你要妇人之仁吗？我是你相公，你还要杀我呀？你们要记住，是林领主饶了你们一命，谢林领主不杀之恩。起来吧，你们这些人都是青壮，正好可以加入我的领民，为我所用。乌娜，你回来了，那些劫匪都解决了。是啊，二夫人，有我和相公在，肯定不会让你吃苦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就好。婉清别往心里去，我没事。林公子，牛背山环境恶劣，土地贫瘠，根本无法泥要来这里任何做什么。您老说的并不准确，牛背山的环境确实不好，但并不贫瘠。这老朽愚钝，还请林公子明示。其实您老口中的这些怪石，在我看来，这些石头都可以炼铁。林公子，你刚才说这些石头能变成铁，生铁不都是直接开采出来的吗？这个嘛，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，日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果真是硫磺和赤铁砂。林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硫磺和赤铁砂是什么？好了，我们下山吧。你还没告诉我。不是我不愿意解释，对于古代人来说，想要说清楚硫磺和赤铁砂的原理太麻烦了。林公子回来了！林公子，多谢你为村子剿匪，这篮子里的鱼干干和几个鸡蛋，还请您笑纳。林公子，您真是我们的救星！大家不必这么客气，我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也都紧巴，这些食物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彻底改变牛背村的名声，并且不但要让大家吃饱穿暖，大家都有余粮。感觉相公越来越像神棍了，连我这个常年混迹博士院的都能轻易被情绪浸染，更何况是这些淳朴的村信呢？神棍俩字应该送给你才对，你所在的博士院都是一群整天吃饱了没事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相公好不容易赢得民心，整天明争暗斗的人根本就不体恤民情。你再说一遍，怎样？你还想动手吗？我非常乐意替相公好好教训一下你。好了，你俩别吵了，我们对相公的了解都太少，相公既然敢承诺，我们就应该相信他，起码不要说风凉话。哼。既然大家都选择相信我，您老组织一下，从今天起派人全天候巡逻，守卫整个牛背山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老朽明白。相公，你大清早就去爬山，不累吗？累，当然累，不过就算再累，也是值得的。你去帮我把乌娜叫过来，让她到柴房来找我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原来这牛背山遍地是硫磺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将硫磺提炼成火药。这些臭沙子就是你刚在牛背带回来的，是要做什么？你去帮我找些干燥的木柴。好。然后去其他村民家中收集一些鸡鸭的粪便，替我借来一口大黑锅，我有急用。制造火药的材料是硫磺、木炭和硝石，现在硫磺有了，木炭也很容易获得，就差焦土。所幸我还有前世的记忆，知道在鸡鸭的粪便中可以提取焦土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找木柴我能理解，但你还要收集嫩鸭的祥瑞，难道你饿了是想要吃粑粑吗？胡说什么？你才吃粑粑！冤枉的。我现在和你也解释不清楚，快按我说的去办。我乌娜在蛮族军中那也是名震一方的人物，岂会做这种低贱恶心的事儿？要粑粑你自己找去，或者你可以自己生产了。确实是难为你了。这样，你先去帮我将木柴和大黑锅的问题解决，粑粑就交给我。乌娜，相公，乌娜那娘们为何脸蛋涨红？难道刚才在柴房你对她做那种修饰了？
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向雷厉风行的乌娜会如此害羞。什么羞事儿？这里是柴房，我有那么猥琐吗？你一个女孩子别这么龌龊。这几天你好好休息，没准过几天我要带你出去办点事。他究竟在里面干了什么？哎，村长，麻烦你帮我收集一下全村的粑粑。相公，我听乌娜说你要鸡鸭的祥瑞，到底做什么啊？你们就先别问了，到时候看成果吧。林公子，二位辛苦了，帮我跳进柴房。劳烦将这桶祥瑞倒进锅里。这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芬芳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刚刚老村长在李二麻子要来一桶祥瑞，被送到了林公子家了。天哪，林公子是疯了吗？平时吃饭口味那么重的吗？受不了了！你离我远点儿！林公子，你费了半天的时间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好了，我知道大家好奇，也到了该揭晓的时刻。揭晓时刻。相公这是在干啥？是啊，这是在干啥？你们不是一直好奇我忙碌一下午的成果吗？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万众村树宝上，而新北村牛背村上来就是实验。相公你真厉害！你发明的这个叫什么？乌娜，快下来！相公你怎么样了？估计是骨头被震脱臼了，一点皮外伤，别担心。你们两个这回不嫌我臭了吗？相公，刚刚能爆炸的东西真的是你发明的吗？怎么，你还见过别人使用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何有这么大的威力？这个是大宝贝。大宝贝？据我所知，你是凤阳王36个儿子中最不爱读书学习的一个。你是怎么知道这制造工艺的？婉清，你就别这么多问题了。没看相公受伤了吗？乌娜，快过来扶着，为父伤得太重了。相公，对不起。没事的，只是脱臼了而已，不哭了。快扶着为夫去包扎一下伤口。就这样，左边林无月，右边乌娜，扶着我往房间走去。这个发明要是用于军事，绝对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，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方式。老村长，劳烦您了，再替我多准备些牛背山的沙土、木炭还有祥瑞，并按照我刚刚的方式加工好。这件事就交给小老了。林公子这2天就好好休养身体。凌云不仅发明了火药，还在安排量产。这个男人究竟还有多少秘密？我不会让大家白出力，替我给村民们带个话：但凡参与老朽者，每人每天可得100文钱。林公子，你此言当真？自然当真，我何时骗过你？好，好，好！有林公子这句话，那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相公，今天实在太危险了，要是那爆炸威力再大一点，你这条胳膊可能都保不住。第一次试验，难免把握不好火候。等村民们准备好材料，我再改良一下。相公，你真打算每天拿出10两银子给村民？林家之前就给你100两鉴别礼，已经剩下不多了。不错，你倒是豪气，一张嘴就每人每天100文钱，你可知村里有多少劳动力？不错，终于知道替为夫分忧了。我是不是要敲锣打鼓庆祝一下？亏你还笑得出来，
我替你分的油还少吗？相公说这话，真是让我寒心。得嘞，我说错话行了吗？相公说正经的，你到底打算如何赚钱？俗话说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想要来快钱，自然要打仗。相公该不会是打算将这个黑匣药献给林家吧？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或许凤阳王一高兴，就将咱们所有债务都给免了。想什么呢？我岂会干这种杀鸡取卵的蠢事？我要的是长久利益，而非眼前。那相公说打仗来快钱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可真够笨的！我告诉你们，行军打仗时，打到哪儿就会抢到哪儿，这来钱不就容易了吗？可也有原则，普通百姓的钱我不要，坑蒙拐骗的事也不干。那要如何来钱？这牛背山方圆500里地，肯定还有不少像黑风寨这样的劫匪窝。这帮混蛋，他们抢别人，那我们抢他们不就行了？相公果然思路清奇，黑吃黑确实是没本的买卖。但你想过以后吗？这些劫匪窝不可能一直供养我们呀，迟早有殆尽的时候。等我们吃饱了，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势力。你觉得我将来会怎么样？吴娜，你现在进城就买一些粮食回来。知道了，我现在都成专门跑腿的了。一天100文钱，别说是熬煮这个，就是让我吃一桶都行。可不是嘛，这活虽然臭，但值啊。那天呢，我就听见一声巨响，那声音简直就是神仙下凡呐！是啊是啊，我也看见了，那凌云简直就是半仙下凡呐！婉清，明天跟我出去上土匪窝试试效果。你让我跟你去，不怕我拖你后腿啊？放心，有这些家伙在，怕的应该是敌人，而不是我们。你要干什么？相公，你说呢？那个，老婆，咱们有话好说。咱们今晚有的是时间说话，不过现在你只属于我。相公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吴越，你果然让我大开眼界。呸！你乱说什么呢？什么让你大开眼界啊？你不记得了？让我帮你再回忆回忆。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起来？在里面做什么呢？敲什么敲？你催魂呢？对，我就是催魂。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昨晚熬到半夜，多睡一会儿怎么了？我看你是舍不得温柔乡吧？没错，我就是舍不得温柔乡。你羡慕啊？你能不能有点正经？我去准备早饭。姐姐果然是过来人，真是好手段，难怪相公起得这么晚。相公，你待会儿要和叶婉清去哪儿啊？去黑吃黑，不过要先打听一下这牛背山500里还有多少劫匪。那相公能不能也带上我？你就留在家吧，牛背村不能没有防护，你留下我也放心。牛背村有什么需要保护的？穷得叮当响，何况黑风寨都被灭了，肯定不会有人来捣乱。不管有没有，你都要留下。对我来说，这些村民都是最宝贵的资源，还有我昨晚制成的黑火药也需要保护，这东西可是接下来计划的关键。那你要是在外面遇到危险怎么办？我有大宝贝防身，没人会是我对手，你就安心在家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吃完了吧？吃完就忙正事儿吧，别整天情情爱爱。喂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和相公说话关你屁事儿！你干嘛阴阳怪气？该不会是吃醋？谁阴阳怪气谁吃醋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要想风花雪月，那也要等将所有债务都还清。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，不过也对，你叶晚清曾是国务院的谋士，身份显赫，自然瞧不起我这被排皮出林家的庶子。你少妄自揣测我的心思。我问你，你刚才说要打听牛背山方圆500里的劫匪窝，你准备上哪儿打听？你忘了我们之前俘虏20多黑风寨劫匪，他们肯定牛背山方圆500里的。林公子，我等真的诚心归附，还请您能给我们一次机会。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我们都是被逼的。你叫什么？小人郑有利，
见过公子。你对这牛背山方圆500里有多了解？还有哪些像黑风寨这样的势力？我曾听熊爷提过一次，紧邻牛背村50里地就有个名叫黄金盟的势力。郑有利，你去给我带一次路，安全回来后，你的这些同伴也都通通归你管理。记住，不要跟我耍花招。我愿意为林公子带路。这里就是你之前说的位置了。错，黄金盟的老巢在金山坳中心的一线天。林公子好眼力。行了，你少废话，速速带我去那一线天。相公，你该不会是想要在这里引爆大宝贝？不错，待会儿你留在这里等我的信号，听到第2声大宝贝响便点燃引线。好，相公，你确定这个计划能杀死所有劫匪？谁说我要杀光所有劫匪？我的目的当然不是杀光劫匪，而是劫掠他们的财富，再将其收编，扩大自己的势力。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参与和剿匪。大胆！何人敢强闯我黄金盟？站住！什么人？哼！其实我不讨厌劫匪，愿意落草为寇的，证明这个人有血性，也算个人物。但要是欺负女人，那就该死了。人可以坏，但不能没底线。你是谁？胆敢擅闯我黄金盟？哼！牛背村林宝宝。你就是之前灭掉黑风寨的林家新任领主？看来自己还挺出名。你就是黄金盟的首领六爷了。林公子，我黄金盟与牛背村并无仇枭，不知你此次前来所为何事？我若说是来打劫的，不知六爷信不信？林公子怕是失心疯吧？不是你小子想打劫的。六爷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。我家公子乃是凤阳王之子，你若敢乱来，绝对让你黄金盟灭亡。凡是林家算个屁！老子山高皇帝远，莫说是林家一个小小领主，就是他凤阳王亲至，老子也不怕。哪位兄弟愿意出手，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林家小子杀了？我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愿意替众位兄弟拿下他。林公子，咱们还是逃吧。你先退下。快跑！来呀！你们不是要杀我吗？谁敢冲上来，我就杀谁。使用的那个竹筒是什么？你过来，我就告诉你。你当我是傻子不成？弟兄们，谁能杀了他，老子就给谁10两银子。信不信我这次开枪能将你们所有人全部杀死？你们敢赌，我就敢开枪。林公子，我黄金盟真的无意与您作对，咱们有话可以好好说，或者你有什么条件大提出来。好啊，其实我也不想与列位翻脸。第一，现在放这些无辜的妇人们离开。放人。那么第二，就是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六爷，拿出1000两白银，我现在就走。1000两没有，若是100两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将黑风寨消灭后，你就带人抄了熊爷的老巢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是交钱保命，还是一心求死？欺人太甚！你真当老子是被吓大的？
相公，这2个包裹爆炸居然这么厉害！看不出你跑得还挺快。你少瞧不起人。早知道我该乖乖交钱的，兄弟们，是我害了你们啊！相公，这2个包裹爆炸居然这么厉害，你真是个天才！一定要跟好这位林公子，或许自己表现好，也能平步青云。你少瞧不起人。怎么样？对这结果可还满意？林公子，饶命啊！我愿意交出所有，只求你能放过我。好，既然你愿意花钱保平安，那我就不杀你了。告诉我，藏宝库在哪儿？在那里。去清点一下，回来给我报个数。是，公子。相公，这老东西留不得，不然泄露了秘密，对我们接下来可是相当不利。最毒妇人心，林公子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一定不会说的。我说话向来算数，又岂能反悔呢？可是我心里有数，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担心的那些事不会发生。公子，这黄金蟒果然是个宝藏，宝库内的白银一共有1500两，其他物资和粮食不计其数。要是带回牛背村，咱们就彻底不必为生计发愁了。相公，这黑吃黑的买卖果然回报丰厚啊！这才剿灭一个黄金蟒，就有1500两的白银。要是将牛背山方圆500里的劫匪窝全部消灭，咱们是不是就能尽快还清债务了？哼，你想得美！你以为每个劫匪窝都这么富裕吗？何况咱们这次收获的可是黑风寨和黄金蟒的所有钱财。自己确实是异想天天了。林公子有何吩咐？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将幸存劫匪都抓起来，愿意归顺的就带回去，不听话的直接杀了。公子，那这老东西呢？郑有利，林公子已经答应饶我一命，你想干嘛？六爷，你还以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山寨首领吗？郑先生说的对，我现在不过是断了腿的废人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能帮我一把。看来你还是没搞清状况。林公子是答应不杀你，但可没说会放你走。林云，你不讲信用，老子上了你的恶当！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你还真是够坏的，先给他希望，再让他彻底绝望。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，自然是不能留的。你就这么放心将剩下的事交给那郑有利？那可是1500两白银，还有其他的各类物资，如此多的钱财，一般人都难以抵住诱惑，何况还是有前科的郑有利。正所谓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既然选择启用他，自然要信任他。何况这也算是对他的考验。若有歪心思，你以为他能活着带走这么一大笔钱？何况在我看来，郑有利也不会做这种蠢事。郑有利曾经是镖头，当初也是不得已才选择落草为寇，但也是被逼无奈。只要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这种人一定不会甘愿继续做劫匪这种高危实验。看来我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我猜你现在一定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对吧？当初能被你选上，还真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。黑红药的威力确实厉害，但这制作工艺实在是不敢恭维。就不能换一种方法吗？我倒是想换其他方式，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也只能先对付一阵。林云回来了！林公子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怎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，这牛背山方圆几百里都不安全，时常有劫匪出没。老朽也是担心您的安危。您老就放心吧，以后牛背村再也不用担心被劫匪骚扰。相公今天又剿灭一个劫匪窝。他只带了叶晚清和郑有利外出，3个人消灭一个劫匪窝，说出去怕是都没人相信。林公子该不会使用那黑色粉末剿匪吧？对，效果还不错。乌娜，你现在立即出去接应一下郑有利。哼，你现在才请让我帮忙，你白天干嘛不带上我？既然你跟朋友去买，那就算了。我去还不行吗？你就不能顺着我说一下？
当你背影转身后，是在人海劫匪来啦！莫要慌张，是郑有利。林公子，小人信不辱放，带回白银1500两，战马100余匹，各类粮食、蔬菜、肉类累计200多斤，还有各类绫罗绸缎还未统计。不错，确实是个领好苗子。如今现在看才年了，自己果然真厚的林总公子，考验我。林公子对小人有知遇之恩，小人难报恩情，又岂会做那等事？好，我之前说过，你将是我麾下第一侍卫。现在我就将之前黑风寨的人，还有你这次带回来的黄金蒙人都交给你。我给你3个月时间，将他们改造成纪律严明的，需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我一定满足你。我要的并不是简单的站稳脚跟，而是建立起自己的势力，逐渐蚕食整个凤阳郡，将曾经林家看不起他的人狠狠踩在脚下。卑职领命。3位娘子，你们跟我来到这牛背村也有一些时日了，今日咱们才算彻底过上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。相信你们刚才在村口也都听说了，我要组建一支完全受我控制的军队。我知道这在大端神朝是不允许的，藩王更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。不过我还是要做。你们3个，也包括我在内，都和林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恩怨。相公，就让我也加入这支私军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还是算了，你和婉清以后留在我身边辅佐，家里的财政大权就交给吴越管理。相公，照顾家没问题，但这么多的钱，奴家怕是能力不够，还是交给婉清吧。她曾经毕竟是国师院的谋士。吴越姐，你就别客套了，相公既然让你管钱，肯定早有安排。咱们姐妹都是苦命人，能得到相公的垂青是8辈子修来的福。小妹以后一定不再乱发脾气。不错，婉清将来还有更重要的事，管钱也确实不方便，你就别推脱了。那好吧，我一定竭尽所能，不辜负相公的信任。来，咱们干杯！相公，你组建这支私军，该不会是要给他们装备你那竹筒枪吧？我是有这个打算，不过现阶段是不可能成建制的配备。郑有利是可用之人，也是他除了3位夫人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。给郑有利配枪，对管理私军、抵抗外敌都有巨大帮助。若遇到强大的势力，也可以起到威慑作用。我要逐渐退居幕后做掌舵人，不可能再像对付黄金蒙这样亲力亲为，不然我又何必挖壁挖掘还建立私军呢？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真让为父受宠若惊啊！哼，你少来！刚才吃饭时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？不错，你出身国师院，自然要做我的谋士。你就不怕我给你带沟里？我之前可是犯下谋反之罪。是啊，你还没告诉我为何要做叛党。事到如今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曾上奏朝廷，想让万岁为藩王的联手欺压，最后遭林家陷害，被大理寺判为结党营私，以扰乱朝纲为名，交由凤阳王处置。这罪名可不小啊，不是应该凌迟处死吗？哼，林家人不光压榨百姓，像我这样的罪臣也绝不放过。所以你选我为妾可是相当危险的事，搞不好林家哪天就会彻底清算，你也要跟着受牵连。你放心，只需要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林家就算想动我，也要掂量一下。你是我的女人，自然不会让你受辱。你还没说，你接下来想要我做什么？我现在的情况或许无法引起林家人的关注，但只聚就包不住火，林家早晚会有所察觉，到时候就需要你助我跟他们斡旋。相公，你发明的这个黑火药威力无穷，咱们依靠这东西当做筹码，哪怕无法正面和林家抗衡，也能让林家投鼠忌器，或者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，起码也能拖延一段时间。道理我懂，就要看你的能力了。进来。你俩怎么一起来了？林公子，今天大家又将配制黑色粉末的材料各提炼出10斤。吴越，以后由你负责给乡亲们发放工钱。相公放心，奴家一定做好工作。以后就将加工好的原材料都放到地窖储存，切记一定不能受潮，要保持通风阴凉。是。您老跟我来吧。放心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事？卑职刚才代表您和那些收编俘虏谈过了，他们都心甘情愿成为公子的私军，目前一共是51人，所以我想要一笔饷银，先武装一下他们，之后再开始操练。你放心，
装备我明天会和乌娜去鱼城采购。另外告诉底下的士兵，他们平时虽然负残生产劳作，但我依旧给他们每人每月1两银子做军饷。你作为统领，1个月可以得到5两银子。多谢公子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必须将他们都培养成纪律严明、作风友好的铁骑。这要求不高吧？多谢公子，卑职有信心让司军达到您的要求。3个月后若达不到要求，卑职愿受军法处置。那卑职就先退下了。回来。公子，这是竹筒枪，里面有10颗子弹，瞄准了打可以杀10个人。你作为统领，必须要建立威胁，就交给你了。切记，不到迫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。一旦使用，除了咱们自己人外，所有见过他的外人都必须死，知道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这是您用来防身的，给卑职了，您怎么办？你觉得我会缺这玩意儿？那倒是，公子乃是天纵奇才，能发明出这么厉害的东西，肯定还能制造出更多。好了，马屁坑就免了，你下去吧，我也乏了。是，公子早些休息。现在这样已经算是达到极限了。要想再提升威力，单靠竹筒这种材料肯定是不行了。现在这竹筒枪只算是低劣产品，什么时候能造出铁质手枪？炸药包，但老实说，炸药包缺点非常明显。首先就是太危险，再加上这种点燃引线的方式很容易受不可控的影响，比如天气影响、人为影响，都会让点燃的引线熄灭，而且还会给敌人反应时间。这种声音虽然对这个世界的人还很陌生，但随着将来我逐渐闯出一些威名后，对方又会有所防范。再想这样轻松取得胜利的难度就会增加。要是能制造出手雷就好了，这玩意儿肯定更加方便，用来对敌杀伤力也更强。谁啊？相公，你还要忙到什么时候？还要等一会儿，你先回去睡吧。哦，那好吧。要不你进来陪陪我？你先坐一边歇会儿。你干嘛推我？你这丫头真是疯了！这些黑色粉末是不能见明火的，你是想和我一起被炸死吗？相公，你是要再发明什么吗？算不上发明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坚固又足够大的承载物。你可以用这竹筒啊，这个不是挺坚固的吗？这竹筒还是不够坚固。对啊，制造手雷不行，我还可以制造手榴弹啊！用这竹筒刚刚好。吴越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相公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这边角料内部很窄，大概只能容纳1两斤的黑色粉末，但只要能做到相对封闭，减少里面的空气，一旦引燃，便会爆发出不足的威力。就算不如炸药包的得量，也绝对能造成5米内的有效杀伤。相公，这个东西威力有多大啊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一旦爆炸，至少3米内的人都会被炸成重伤，甚至死亡。今天怎么起来这么早？怎么，我起得早你不愿意？那我再回去睡个回笼觉。站住！既然醒来就快点收拾一下，今天不是要进城吗？我早就收拾完了，我们走吧。不吃早饭吗？我现在还饿肚子呢。别一天天就知道吃，等进城了想吃什么没有？看到这些商铺，我脑中冒出一堆商机。我可是穿越者，要是将前世那些用的做出来，肯定能棒棒哒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看完了，那咱们先找地方吃饭吧。什么？看完了？我问你，这个香囊怎么样？卖多钱？5文钱。这里面不过是放了几种不同香味的花而已，5文钱买它，还不如去野外采一些野花。你懂什么？哪个女孩子不喜欢这些香喷喷的小东西？喂，你给我站住！咱们好不容易进一次城，你就不想送我一点什么吗？这个呆子，昨晚都和林无月睡在一起了，肯定关系更加一步。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。这香囊有什么好？等我回去送你一种比这香囊还要香千百倍的东西。哼，你不想给我买就直说。一个香囊才5文钱，你真的太抠门了！我告诉你，你既然答应送我，就一定要做到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大小姐，咱们今天是来办正事的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，别再胡思乱想了？哼，
你昨天陪那狐狸精1天你都能陪，怎么到我这儿就这不行那不行？我也是你老婆，你不能厚此薄彼。好好好，这位公子里边请。给我找个安静一点的位置。没问题，请跟我来。这女人长得可真带劲儿啊，白瞎了这小子。看吧，就你这呆子，傻乎乎的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谁刚才说要来办正事的？你怎么还又吃又喝的？你搞错一件事儿，我这可不是随便吃喝，我是特意来考察的。虽说不擅长做菜，但要是准备齐全，也可以做出几道前世的菜。如果时机成熟，将来也可以开酒楼赚钱。毕竟无论是任何时期，衣食住行都是必备的，只要能做大擦强，赚钱都在后面。而且我将来肯定会涉足军火生意，如果一切若能按照自己规划出的蓝图进行，大端神朝必定会有我一席地。14弟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上你。原来是八哥呀，此人正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林轩。这小子之前选的封地是桃源镇，距离我所在牛背村仅有600多里地。14弟还真是性情中人，当初为了美人选了牛背山那么个破地，还真是让我等兄弟们佩服。是啊，若不是小弟最先选了牛背村，或许八哥也过不上现在这等悠闲日子。我知道14弟日子过得苦，八哥这10两银子送你，将这蛮族女人让给哥哥如何？区区一个女人，想必14弟也不会在乎吧？无能，不得对八哥无礼。果然是一匹小野马，本公子就喜欢征服这样的女人。我杀了你！几位客官慢用。林轩，八哥，你该说的也说完了，没什么事儿可以走了，别影响我用餐。你，好，既然14弟不愿意，那当哥哥的也不能强人所难，慢慢吃吧，反正也吃不上几顿了。别人都这样了啊，你居然还吃得下去？你之前剿匪时的胆魄呢？怎么一遇到林家人就怂了？你觉得这种人对咱们有多大的危险？哼，就凭你腰上的火气，这林仙完全没危险。看来盘达天神的孩子都是不懂得用脑的莽夫。你说谁是莽夫？冤枉你了！你可知虞城有命令规定，不准任何人在城内动手，就算是林家子弟，敢动手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这我确实不知道。好了，我答应你，他林轩刚刚带给你的所有羞辱，我一定替你找回来，而且我还要让他明白，招惹我林云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。相公，你该不会要打桃源镇的主意吧？你觉得呢？那好吧，算我刚刚误会你了。主子，您怎么了？阿三，带几个好手在城外盯着，要是遇到一个男人和蛮族女人，就将那蛮族女人带回来。是。切记，蛮族女人非常厉害，一定先用10香软筋散对付她。14弟，尽情得意吧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别怪八哥心狠手辣了。老师傅，您可还记得我？哈哈，原来是你这丫头，我当然记得。你上次可是在我这儿买了一大批捕兽夹，怎么样？这次又要买什么？我想要一批装备，银盔、银甲、长枪，还有佩刀。小姑娘，你疯了吗？私自锻造这些装备可是杀头的死罪。您老就说要多钱吧，要是合适我就在你这儿买。外面人多嘴杂，咱们进来谈吧。相公，快进来。这点小事还用我出面吗？废话，你不出面，难道还要我一介女便出面？看公子眼生得很，不知是哪家的公子？林家。林家？该不会是……没错，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。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价格了吧？哦，好。不知林公子需要多少套装备？最终价格要根据数量来决定。那请问，这制造装备用的铁现在多少钱一斤？这个市面上的生铁砂1吨是100两银子，这都是最基本的情况。公子难道不知道？这个世界的人并不认识铁矿，在铁石岭有个巨大的坑，里面可以直接得到细小的铁砂，经过高温锻烧便可得到铁水，之后再粗碱加工后的生铁。铁砂可以直接锻烧后使用，制造各种铁制品工具。而自己牛背山可遍地是赤铁矿，虽然品质一定强于铁砂，但对冶炼工艺要求极高，这无形中就会增加前期的投入成本。在没有巨大的优势前提下，恐怕根本竞争不过普通的铁砂。看来我只能在锻造工艺上下功夫了。他必须精准定位才行，到底是靠卖铁赚钱，还是靠制造兵器军火赚钱？他整天和铁打交道，自然听出林云所说的锻造工艺是什么意思。公子想什么呢？
不好意思，刚刚走神了。很好，我现在要制造100份装备，你算下需要多少银子？这可是大买卖，要是能吃下，他可以大赚一笔。看在这位夫人是老主顾，公子又是林家人的份上，小老就按照市场价的8折计算吧。一套装备均价是1两半的银子，公子就给我150两银子好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00两，剩下50两先预留在你这儿。我会带来一份图纸，请您老帮我打造一些零件。他刚刚灵机一动，不如趁机制造一支纯铁的手枪。竹筒枪虽然简单，寿命不长，而且还有危险，很容易炸膛伤到自己。凌云也想制造一支精良耐用的手枪防身。没想到这林家公子这般豪气，没问题。这银子放在小老手里，林公子大可放心。自己这相公肯定又有新的想法了。这次要是能获得这批装备，牛背村的实力绝对会更上一层楼。这100套装备要多久才能完成？如果加紧赶工，大概需要1周时间。1周也好，那我就下周来取。您老抓紧时间。相公，现在天色还早，要不咱们再逛逛，吃了晚饭再回去。你还真是个馋猫，吃了晚饭出城天都黑了，你就不怕遇到危险？哼，劫匪遇到咱们才算他们倒霉，你怕什么？大不了我保护你。今天就算了，等下周来取装备，一定让你玩个够。不行，今晚这顿饭我吃定了。大夫人的饭我都吃够了，相公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满足人家一次吧。不行就是不行，你以为咱们现在很安全吗？你还吃得下去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哼，刚才在酒楼，我直接扫了八哥的面子。按照他睚眦必报的性格，肯定会在城外埋伏我。虽然我们不怕，但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天黑后更不容易防范。该死的混蛋，敢坏我好事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相公，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发明的黑火药吗？怎么发明？我当初在林家吃了不少苦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遇到个老神仙，他教会我很多。这黑火药正是在梦中学会的。什么老神仙？你骗谁呢？不想说就别说。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吗？你都相信盘达天神在，我大端神朝怎么就不能有神仙庇佑？你要是不懂就别乱说。盘达天神是我们蛮族人放在心中的信仰。哦，这只是一种寄托。原来如此，那是我误会了。相公，有危险！不用乱看，既然他们埋伏好了，就等着出现吧。相公，对方可能派来不少人，你也做好准备。凌云，这里就是你葬身之地。在他们看来，只要解决了乌娜，就能轻松杀死凌云。你们这些卑鄙无耻徒，居然用这下三滥的手段！先将他带回去，莫要让主子着急。是。慢着，凌云，你一个小小的林家庶子，还想英雄救美吗？这就是你得罪我家主子的下场。八哥说没说如何处置我？相公，何必跟他们废话，直接杀了这些混蛋！本来我是懒得多说的，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告诉你好了。主子虽与你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却并无兄弟之谊。这次派我等前来，就是要你命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没什么顾虑了。动手！八哥，你以为我凌云真是好惹的？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谁不了解谁？你手里的是什么暗器？居然有如此大的杀伤力！暗器，也对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来啊，你们不是要杀我吗？现在可以动手了。你们一起上，不要给他机会。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一次性将所有人都杀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将乌娜交出来，我就饶你们不死。怎么样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一切还来得及。十四爷果然不简单，居然拥有这么厉害的暗器，小的们佩服，就先告辞了。相公，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，让他们回去？一定会泄露你这火器的秘密。谁说我要放他们回去？我只是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。
这是什么？看好了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石头硫酸。看来还需要改良才行。按理说，就算手榴弹威力不如手雷，可杀伤力依旧强悍。刚刚自己可是直接扔在这些黑衣人脚下，理应将他们全都炸死。这要是放在战场上，如果不能有效的在第一时间杀敌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十四爷，我求求你，就饶了我吧！我真的不想死。我不杀你倒是容易，可付出的代价却让我受不了。现在我还不想泄露太多秘密，所以你必须死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保守秘密，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。虽然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但只有死人才会让我放心。我知道八爷的一个大秘密，只要十四爷不杀我，我就告诉你。你先说说看，要是真的有价值，我自会给你一次机会。不行，你刚刚还说放我等离开，却背后偷袭，我信不过十四爷。那好吧，既然不信，那就别说了，反正我也懒得听。八爷，他在桃源镇外的碾子山发现了一个铜矿，正在与府尹大人商议联手开采。在这个世界，铜矿虽然不如银矿和金库价值高，更不是硬通货，但好歹也是造币的重要材料，更是严格受大端神朝掌控的。要是自己能染指，哪怕只沾一点皮毛，那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。而且如果未来想要崭露头角，就必须要与当地的官员勾结。十四爷，这个消息还满意吗？消息倒是可以，但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要是故意诓骗我，又当如何？小人可以亲自带十四爷去那铜矿，那现在都是小人的手下镇守。你该不会是想当做投名状吧？只是在十四爷这儿看到了未来，只要十四爷愿意留我一命，小人一定鞠躬尽瘁，小心有诈。恭喜你，捡回一条命。主子，他们似乎是被某种暗器杀死，此地还有一股浓烈的臭味，该不会是有人施展妖术吧？主子饶命！妖术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这些黑衣人死得太过诡异，弟弟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手段，让他为之胆寒14天。看来林家人全都小瞧你了。林兄，这件事透着蹊跷，你还是不要冲动行事。等回去让我爹派人去牛背村调查一下，便知结果。多谢邱公子的好意，我这14弟不过是个小人物，又岂敢让府尹大人操心？交给在下就好。相公，多谢你这次救我。要是落入那林轩手中，我一定会生不如死。别说丧气话，你是我凌云的老婆，除了我，这个世界没人能欺负你。小丫头，想什么呢？奴家也想像吴月姐一样，做相公的女人。本来我是暂时不想惹麻烦的，但麻烦主动找上门了，还真是让人头疼啊。相公在担忧什么？这次然将这伙黑衣人解决，可以暴露了咱们的实力。八哥一定会派人来报复，甚至会派人来牛背村监视我们。那怎么办？要不等明天我直接杀进桃源镇？想什么呢？你以为桃源镇和牛背村一样，小镇内可是有官府的人，而且八哥在那儿一定养了一批打手，你去我更不放心。那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与其让麻烦上门，倒不如主动出击，最起码也能让对方明白，相公也不是好惹的。你就没什么要说的？14爷，与其对桃源镇下手，还不如去结交府尹大人。凭14爷手里的家伙，一定能说动府尹大人。只要14爷肯送钱财，他是林家里人第3代的子孙，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。到时候只要14爷展露一些手段，邱大人一定会心动的。真没看出来，你居然还有这种头脑，难怪八哥会重用你。14爷谬赞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人无名无姓，14爷叫我阿三就好。好，但看咱这次将你分尸伤得不轻，我就算你一份功劳。多谢14爷。相公，你真打算听他？让死尸人对我接下来的计划助力不大，我绝不能错过。总算是退烧了。14爷，多谢了。你就不必谢我了，你变成这样也是我害的，但做错事总要付出代价。只要你以后好好为我做事，我是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已经好多了，只是感觉浑身没劲儿。你的身体素质很好，所以恢复的也快。
你仔细说说，那秋光日平时有什么爱好？林公子，草药已经配好了。您老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。能为林公子效力，那也是小老的荣幸。您老确定这草药可以疗伤？错不了的，林公子尽管放心。村里人之前下湖捕鱼，也经常有人受伤，断手断脚是常有的事儿，都是用这草药治愈的。林公子，这位是？他曾是我八哥的旧部，不过现在已经归顺于我了。你们以后要将他当做自己人。林公子，我想起来了，邱大人每个月初1和15都会去虞城南郊狩猎，届时但凡是受虞城管事的镇县官员都会参与陪同。狩猎，好，这个办法好。您老可知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14啊。这么说，明天于天府就会组织下属官员狩猎。林公子，就让卑职随同您一起去吧。好，你待会儿去地窖再领10几克弹药，下个月我可要考验他们，要是还和现在一样松散，别怪我惩罚你。卑职遵命。十四爷，您是不是组建私军了？正是。啊，14爷是疯了吗？您是林家子嗣，不会不知道这私自组建私军是掉脑袋的大罪。我当然知道。怎么，你怕了？小人是有些怕，不管14爷与8爷如何争斗，林家都不会插手。但要是组建私军，可就犯下大忌了。那又如何？而凌云，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我手里的家伙是专门打仗用的。你若害怕，我可以放你离开，绝不连累于你。小人已投靠14爷，生是14爷的人，死是14爷的鬼。好，本公子就相信你，好好养伤吧。以后你的1日3餐都有人照看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便是。公子，老朽怎么觉得这阿三有些不靠谱？放心，我会找个人盯住他，有任何情况就让他直接汇报给3夫人。我明白了。乌娜因为昨晚中了10箱软筋散，导致他现在还浑身酸软，根本使不上劲，想要恢复至少还要12个时辰。昨晚就看你俩局里只亲密，这大白天的就来找这母老虎，相公还是多干点正事儿吧，别将心思都用在女人身上。你胡说什么？胡说什么？乌娜昨晚中了毒，我自然要来关心一下。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，你就不想趁着母老虎虚弱的时候做点坏事？要不我先对你做点坏事。我作为你们的男人，自然也要雨露均沾。呸！你要干嘛？狐狸精，相公是来找我的，关你屁事！你这母老虎也有虚弱的时候，还别说，你现在这副样子倒是有些女人味儿了，难怪迷得相公神魂颠倒。行了，婉清，你别说了。是啊，我这叫天生丽质，什么都不做都能吸引相公，不像你，一肚子坏心眼儿，相公娶了你才是倒霉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吴娜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还不给婉清道歉？奴家多谢相公挂念，你还是去陪着狐狸精吧。可恶的女人，我一定让你好看！相公，你带我来这地方干什么？你对于听府有多少了解？于听府，但因为大端神朝的藩王割据地方，导致这些本印朝廷的官员都成了藩王剥削老百姓的爪牙。这于庭符文也只是凤阳王手下的小喽啰，难登大雅之堂。那你可认识秋光日？他当初开朝会的时候，曾听凤阳王提过一次。这家伙就是个混蛋，贪财好色，又贪生怕死。他简直就是我们要争取的最佳人选。争取他？相公打算染指于城，这秋光日可是贪官，相公府上点银子都不够他塞大牙缝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打算田嫂家大棒招呼着。组织设立藩王制度的初衷，是为了奖励封侯，让藩王世代守护在边疆要塞，以保护朝廷皇室的安全。但现在已经完全变了味儿。这些藩王打着守护边疆的名义，不但向朝廷讨要大笔军饷，还压榨封地内的农民。三夫人怎么来了？我还想等会儿去找你呢。
相公，我听说你明天要带那狐狸精去虞城，你为什么不带上我？傻丫头，你现在都虚弱成什么样子了？我中了10香软金散，再过12个时辰就能彻底恢复。再过12个时辰，那就是明天的这个时候，肯定来不及啊！我们明天天一亮就出发。哼，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奴家认定你了，还要给你生一堆孩子。你忘了当初咱们立下的约定，1年后还你自由。约定作废了，你若敢休了我就……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约定就作废吧。不过你明天不要参与了，我凌云可不做趁人之危的事。你怎么不躲啊？我为什么要躲？让自己女人发泄一下，怎么了？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我带你回房休息。之前答应给吴娜制造一种比香囊还香的东西，其实就是制造香水。这个世界的人都还用香囊这种原始的方法做香薰，无论是驱虫还是遮盖气味，效果都并不明显。制造香水的工艺不算复杂，不像制造黑火药那么难和危险，但制造香水却需要足够的耐心，还有适合的提取物，比如花香或者果香。哇，真是心旷神怡，提神醒脑啊！相公，你怎么躲到这里了？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一个小发明而已。小发明，给我瞧瞧。好香啊！这上面的油脂是什么做的？怎么这么香？我要做一种名叫香水的东西，效果要比香囊强100倍，也是我之前和乌娜去虞城时获得的灵感。香水，光听名字就知道是好东西。你该不会是要送给我的吧？其实是我答应送给乌娜的，她家乡远在南蛮，送她一份小礼物，聊表心意。哼，那你为何不送我？我也是跟你大老远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难道就不辛苦吗？等下次再送给你，我这次也算是一次尝试，要是能成功，以后肯定会批量制造很多这样的香水。不行，他乌娜有的东西，我也必须有。你作为我们的相公，不能厚此薄彼。行，我绝不厚此薄彼。这香水我做成3份，分给你们3人，这总行了吧？哼，这还差不多。相公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你去帮我拿一壶酒来。干嘛？天没黑呢，你喝什么酒？况且喝酒对身体也不好。谁说我要喝酒？我需要用酒做香水的原料。快点去，别磨叽。喏，相公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这么好的酒真是白瞎了。我行不行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呸！坏人，你脑子里怎么总想这些事儿？没错，我就是龌龊。哼。野蛮。这个世界其他行业都不算发达，唯独酿造工艺强大。这酒确实是好酒。只需要沉淀1晚上，酒味就会彻底被花香所取代。你老怎么了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林公子别着急，就是制造消尸粉的原料不够了，今天才完成了不到2斤的消尸粉。是便便不够了？唉，从没想过我牛背村会被便便难住。林公子，您聪明过人，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或者实在不行，老朽就派人去邻村收便便吧。目前我也没有好办法，不然也不会用这么恶心的办法获取消修粉。这样吧，就按照您老说的，明天开始派人去邻村收便便吧，可以多带点人，经费就向大夫人要。那行，就这么办，老朽就先告辞了。等一下啊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先跟我说说郑有离的情况。他挺正常的，最近一直带着那些俘虏做训练。那阿三呢？他情况如何？他的情况似乎不太好，
听婢女说，她一整天在房间念念叨叨，似乎是因为断腿的缘故，情绪不太对劲儿。我知道了，您老要不留下吃晚饭吧？算了，林公子还是陪3位夫人吧。看来老村长始终和我保持着距离啊。好香啊！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相公，等回房间的，别让婉清和乌娜看到。怕什么？你是大夫人，他俩也都要伺候着。已经看到了，吴月姐，你可别被相公的甜言蜜语骗了。他今天忙碌一天，制造一种比香囊还香的东西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枪水，他是专门给乌娜那母老虎准备的，看到了吧？相公他特别偏心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不是说到时候给你们3人每人1份吗？那还不是我训了你一顿，你才改邪归正的。相公，那母老虎就会勾人心，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好，免得哪天被挖了心肝都不知道。乌娜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吴娜，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啊！叶婉清，我警告你，韩达天神的子民虽能屈能伸，可也有仇必报。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背后议论面子，就别怪我不给，真的只是开玩笑的。吴娜，我也送你一句话：天狂必有雨，先找我麻烦，处处我作对，我也不会和你一般见识。好，那从今天起，你走你的阳关路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都说完了。对，你们都有脾气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大，但都别忘了，你们现在都是戴罪之身。从住进这宅子的一天起，我就说过，团结一致才能彻底改变命运。而你俩呢，一个明争暗斗，一个勾心斗角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大打出手了？相公，先吃饭吧。都坐下吃饭。我警告你俩，要是再明争暗斗，就都给我滚蛋！我凌云绝不甘心命运，但要是谁成为我的绊脚石，我也绝不姑息。相公，之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骄横跋扈惯了，我以后一定改。乌娜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一直对你抱有敌意，以后我们好好相处，不要再让相公生气了。道歉的应该是我，最开始是我先惹事的，这就对了。咱们是一家人，都是相公的女人，理应团结一致。快吃饭吧，待会儿菜都凉了。既然都说开了，那就彻底翻过去。你们3个对我都非常重要。吴越作为大夫人，勤俭持家，忙前忙后很辛苦，而你们2个，我希望你们能我施我一臂之力，彻底改变咱们现在的局面。14爷，您来了，你就不必多礼了。感觉今天怎么样？还行，挺好的。就是什么？小人以后成了瘸子，怕是帮不上14爷什么忙了。断腿确实无法恢复了，但我不会让你成为废人。我接下来要对抗八哥，还需要你的帮助。可是我现在这样子，我说过不会让你成为废人，更不会让你常年卧床。等你伤势再恢复一下，我就给你制造一个轮椅。那是什么？就是让你坐在上面就可以正常活动的工具。14爷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放心，只要你忠心于我，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多谢14爷。这些正好交给老村长，让他吩咐下去，让村民完成。村民们虽然没读过书，但动手能力极强，而制造这些简单的零部件也不算复杂，只需要有够的耐心即可。香水终于完成了。相公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送你的，这下总该满意了吧？好香啊！这就是香水吗？不错，我太喜欢了。怎么样？这香味是不是比香囊强100倍？你看什么？我脸上很脏吗？相公，这玩意要是能大量制作，那咱们可就发财了，绝对能风靡整个大段神朝。知我者，二夫人也。那我们干脆在余城开一个香水店吧，绝对能让余城内的女人们疯狂。我确实打算将这香水用来卖钱，但我只做有钱人的生意。换句话说，接下来的销售只做高端，不做平民。为什么？大端神朝确实有很多有钱的士绅名流，但要想赚大钱，还是要薄礼销啊。非也非也，赚钱固然重要，但对你夫君我而言，赚钱的机会，我要将这香水当做敲到大端神大上流社会的敲门砖。你这么聪明，明白其中的道理吧？相公，你实在是太精明了。与你相比，我这点能耐真的不算什么。哟，没看出来啊，二夫人也开始学会谦虚了。本来就是用这香水作为攀附士绅名流的武器，一定能成功，绝那些千金大小姐还有贵夫人。行了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好。哎，这都卯时3刻了，府尹大人怎么还没来？嘘，你小点声，要是被大人听到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列位同僚稍安勿躁，大人日理万机，还要每月组织2次狩猎，也是为了让大家凑到一起培养感情，可别浪费了大人的良苦用心。你是谁呀？胆敢混到这里？我乃林家新派来的桃源镇领主，我叫林轩，还望诸位同僚多多指教。林家人
好大的官威呀！你不过是林家被抛弃的庶子而已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参见府尹大人。林轩是吧？你现在在哪儿当值？下官受藩王之令，在桃源镇当值，还请大人指教。桃源镇确实有空缺，不过本官与你林家大长老相交多年，看在他的情面，你就在我府上兼职做个押师，你意如何？林轩，你还不快谢恩？多谢府尹大人提拔，小人一定尽心尽力。好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出发。相公，我们待会儿要如何靠近这府尹？你枪法最近练得如何？自从得了林公子的认可，卑职每天都练习射击，可以做到10米内有效杀伤。好，待会儿给我盯住了，府尹大人瞄着哪只猎物，你就打哪只。公子，这不妥吧？万一惹恼了府尹大人，咱们岂不是要吃官司？是啊，这秋光日就是个贪官，就会相情不动我们，咱们再根基未稳。你放心大胆的射击，我保证府尹大人不但不会怪责，反而会请我们做座上宾。刚才那爆炸是什么？谁将花豹杀了？啊，这公子，这么大的一只花豹，要是带进城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你小子的枪法果然进步很大，20米开外都能一枪毙命。嘿嘿，大胆！尔等狂徒，敢抢府尹大人的猎物，该当何罪？草民不知大人在此狩猎，惊扰了大人，还望恕罪。来人，给我将这3人拉下去砍了！混账东西！有本官在，何时轮到你来胡乱指挥？是府尹大人教训的是。你们起来说话。你是何人？为何会来此地狩猎？草民乃是牛背村新任领主，之前听说此地有野兽出没，所以前来狩猎，并不知大人在此，还望恕罪。牛背村新任领主，你也是林家人？大人，这位是小人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名叫林云。今天就先到此为止。林云是吧？你也随本官回府吧。大人，草民真的不是有意惊扰。你放心，本官并不是乱杀无辜的酷吏，那只是看在你是林家人的面上，想和你聊聊。草民遵命。好，走。是。这会是巧合吗？天下哪有这种巧合？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。好你个林云！既来之则安之，你俩慌什么？公子，咱们这次是不是玩的有些大了？这可是预定符案啊！要是他真动了杀心，咱们绝对逃不出去。怎么，我就这么让你俩不放心？好久没喝过茶了，这茶还真是不错啊。大人，不知您召见草民有何贵干？你都敢闯进本官的狩猎场，还不知本官为何召见你？草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林云，你果然有胆色。我刚刚派人查了一下你在牛背村的表现，居然将黑风寨和黄金盟都剿灭了，真是不简单。原来他早已调查过我。府尹大人果然神通广大，小人这点心思让大人见笑了。好了，现在你总该说说，那花豹是如何被你杀死的了吧？有令。你刚才用的就是这玩意儿，这明明就是一个破竹筒，烧得发黑，看不出任何特色。没错，大人有所不知，这玩意儿只是一个发射装置，想要像轰杀花豹一样的威力，还需要一种我特制出的黑火药。大人可还满意？这小巧一枚弹药，这要是用于战场，岂不是杀伤力更大？不错，这威力确实不俗，但造价也十分不菲。若要用于打仗，就算是大端神朝也难以支撑。林云，你费尽心机的靠近本官，到底所为何事？我知道这点银子难入您的法眼，但俗话说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，所以大人若愿意交下我这个朋友，就还请您笑纳。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想与我爹交朋友？现在够资格了吗？我可警告你，别乱来！看来林家人这次是看走眼了，居然将林公子这种人才抛弃了，还真是有眼无珠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那不知邱大人的意思是？哈哈哈，林公子有勇有谋，又胆识过人，手里还掌控这么厉害的暗器，本官除了佩服，
也只有更佩服了。父亲，承蒙邱大人不弃，这支竹筒枪就当做是献给大人的见面礼了。明日会派人送来一些弹药，以表敬意。爹，这凌云太嚣张了，您怎么就放他走了？池儿，不放他走，你还想做什么？将他押入大牢，再派人歼灭牛背村，以绝后患。哼，你懂个屁！你以为这凌云好对付？要是他刚才直接用这玩意儿将咱们爷俩都杀了，你冤不冤？这小子不简单呐！那现在趁他们还没出城，直接抓了，岂不是一劳永逸？不行，这小子对我还有用，手里有这么厉害的家伙，正好为我所用，将困扰虞城附近的劫匪消灭。相公，你可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！刚刚要是那秋光日恼了，咱们可就都交代了。这就叫兵不厌诈。对待秋光日这种贪官污吏，该服软的时候要服软，但该强硬也绝不能含糊，不然站在他的位置，会觉得咱们在巴结他，反倒会让我们陷入不利的境地。公子，你为何将竹筒枪送那老东西？咱们现在还不确定他能否说话算话。这做事和做人一样，总要先付出，再有回报。何况没有黑火药竹筒枪也只是摆设，完全毫无意义。送出去，既能展现出我们的诚意，更能让他忌惮我们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相公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如何促进与府尹大人的关系？什么都不干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等着就行了。林兄，你还有心情喝花酒，就一点都不担心？有邱兄和邱大人撑着，难道还能让我露宿街头不成？都给我滚出去！邱公子别生气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那好弟弟今天在府衙可是威风八面，先是拿枪指着我，又拿出5万两白银要爹放我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这14弟居然能说出这些话！这就是你之前说的没有危险。那竹筒枪真有那么厉害？你今天不是也见识了吗？一枪轰杀一只花豹，要是那一枪打在你的身上，你觉得是生还是死？邱公子就说怎么办吧。怎么办？还要我告诉你吗？不用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办。林云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活多久。做得干净点，另外多带点人。这林云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。我明白。林云，要是让你长命百岁，这虞城还有我邱毅立足之地吗？把所有兄弟都召集起来。都说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我林轩自问对得起你们所有人，但今天本公子遭受了成为桃源镇领主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。主人莫要多说，我等接受您恩惠多年，早就想报答主人，只需要您一声令下，就算是造反，我等也誓死追随。誓死追随，誓死追随。好，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前不久阿三带了一些人外出执行任务，却犬公子通过邱毅已经调查清楚，正是我那14弟干的事。他现在是牛背村的领主，你们今晚连夜出击，给我将牛背村杀绝。要是完不成任务，会是什么下场？就不用我多说了，给我走。郑先生，公子这么晚召集我们到地窖，所谓何事？不知道，不过应该是和虞城那边有关系。都来了。林公子，是有什么事要宣布吗？你知道我叫你们来干嘛吗？难道是要继续剿匪？该不会是和虞城有关系吧？已经沾边了。好了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从今晚开始，夜间负责巡逻的将士正式配竹筒枪。这少说也有10几只。林公子，这是不是玩的太大了？这么多的火器，你要和虞城翻脸吗？老朽可是亲眼见证过竹筒枪厉害的。这段时间整个牛背村都在加班加点制造黑火药，要是您真的要搞事儿，那恐怕真的能威胁到虞城啊！你们把心放进肚子里，如果我真要对虞城出手，一定会先通知大家。这夜间巡逻配枪，也是防小人不防君子。我作为牛背村的领导者，绝对不能让大家跟着我冒险，保障村子的安全也是最基本的。林公子，那要是将士巡逻时真的遇到敌人靠近呢？杀人还用我教你们吗？永远记住一点，这不是虚里流寇，但凡有利陌生人靠近，可以不必请示，直接击毙。是。有利，你训练的还不错，有点军人的作风了。都分发下去，然后每人配发10颗弹药。我不要求命条命，但就算流血，也要让敌人失血过多而死。明白了。林公子，这白天的时候，我已经安排村民去其他邻村收便便，确实收到不少，但也架不住村民们这么疯狂的生产。大家活干得熟练了，效率也高了。要是再继续下去，
恐怕到时候邻村便便也不够用了。那就培养几个负责检验质量的村民，让他们监督检验，发现品质不合格的就挑出来。我要的不是速度，而是质。如果质量不过关，可以克扣他们工钱。林公子，这不妥吧？这样或许会打消大家积极性。无妨，让村民们每天至少保障100文钱的收入。如果还想多赚钱，那就要提升品质，就劳烦您老多费嘴皮子了。吴月姐，相公制作的这个香水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相公还真是多才多艺。这香水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居然这么香！我知道，那天相公制作香水的时候我也在场，就是用村那些曼陀罗花制成的，还有白酒。真没想到，白酒居然还能制成香水。黑蚁人是那天袭击我们的家伙，是那林轩派来的。哼，他们来得好，这次我一定要报仇。回来，这丫头真是胡闹。公子放心，卑职一定保护三夫人安全。林公子，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老朽怎么有种不祥之感？您老不必担忧，今晚对方来多少就要死多少，而且这些人也不是余营府派来的，只是一些小喽啰。林公子，敌方共计23人，已经全部被剿灭，还有1人活口。为何非要留活口？这些混蛋就该全部被杀，再戳骨扬灰，放尽我心头之恨。无娜，不得无礼。有力，派人将阿三接出来认。是。阿三，这些人你可都认识？认得，他是八爷的手下。很好，送他回去休息。十四爷，八爷这次派来死亲，可以肯定他是想和你拼命了，可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，我不会给他机会的。这些死亲只是小喽啰，八爷手下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，名叫苏瑞。十四爷切不可大意轻敌。江湖中人，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还是第一次听说江湖中人。你接触过江湖中人吗？当然接触过。混迹江湖者虽然都有本事，但这个群体的实力参差不齐，遇到真正的高手我也不是对手。但实力低的，也就是一帮乌合之众，甚至相公之前接触的劫匪，也都算是江湖中人。林公子，这儿还有一个活口呢。是八哥派你来的。林云，主人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八哥果然厉害，培养出的死畜这么听话，让我都有些羡慕了。卑职一定效忠公子。好了，你不必表态，我相信你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告诉我，就让你解脱，如何？八嘎他身在何处？于城。婉清姐，你评评理，对方要对我们下死手。这次得到优势，我想让相公直接出兵，去桃源镇将那林轩和一众爪牙消灭，他却死活不同意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婉清，你说句公道话，你觉得我该不该出兵？不该，相公才刚刚与邱大人交好，现在贸然出兵，只会暴露我们的实力，遭到他的忌惮。万一邱大人扛不住压力，直接将我们的情况上报给林家，那可就坏事了。还是二夫人深得我心。乌娜，你这回总该懂了吧？知道了，你们都有理，反正我也不懂。相公刚刚干嘛不直接说出原因，害得我出丑。当着那么多外人面，我怎么解释？以后记住了，郑有离和一众将士，他们都是兵，有些话是不能明说的。这并不是想唯一的隐瞒什么，就是忠诚。无论我做出任何判断，他们都要无条件服从，哪怕是让他们去死。所以你以后不要当众再反驳我，懂吗？傻丫头。相公，就算我们暂时隐忍，接下来该如何与林轩相处？他这次吃了这么大的苦，再低调，消息也多少都会传到秋光日的耳朵里。没关系，只要没有亲眼被他们看到思君的战斗力，就不用担心。另外，我也给你们3个安排一个任务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帮我收集牛背村，只要是有香气的东西，花草树木都可以，有多少就要多少。你是要给我们制造其他味道的香水吗？制造香水没错，但这些香水不是给你们的。哼，不给我们，你要送给谁？说，你在外面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？胡说什么？胡说什么？我制造香水，自然是要贿赂余城达官显贵们的家事了。贿赂他们？相公，你是不是有些太着急了？我懂你的意思。明天整个余城乃至下辖的乡镇都会知道今晚这件事。等找个合适的机会，我正好将香水送出去。不错，相公这计划还真是一环扣一环，我都有些期待了。等送香水那天，你和我去余城。那我和吴月梅呢？之前我就有言在先，你们3个分工明确，都各司其职就好，而我也不会故意去冷落你们。相公多虑了，不管任何情况。谁？大公子，属下有要事汇报。进来吧。昨晚林轩那边的行动如何？牛背村被灭了，还请大公子别生气。20多个死士，全都被杀了。他林轩培养出来的都是饭桶吗？大公子，不管林轩安排村的实力是不是都太强了点，区区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村子，居然能灭了精心培养的死士，这本来就让人难以置信。没错，大公子还是小心为妙。这个林云怕是个硬骨头，
咱们还是先不要跟他撕破脸的好。何况这次还是咱们擅自行动，要是闹得太大无法收场，老爷那边也不好。我们俩可以退下了，回去看我爹是什么反应。大公子，您还是回去吧。老爷已经得知了此事，正在府上大发雷霆。混账东西！让你调查牛背村遇袭一事，居然没有任何收获，本官要你何用？大人饶命，并不是下官无能，而是那牛背村战场已经被打扫干净了。派出的赤柴询问过牛背村的村民，他们昨晚早早休息了，并不知发生了什么。大人，恕下官直言，昨晚若不是附近有邻村的村民听到大量密集的响雷声，这件事恐怕都不会被外人知道。那凌云确实厉害。好了，一起来吧。本官一向爱民如子，这次造成这么大的影响，要是有可疑人，立即抓起来。是，邱大人。大人，大公子回来了。我知道了，传令下去，给牛背村奖励200两银子，再奖励10担大米。你小子昨晚又去哪儿鬼混了？爹，孩儿昨晚一直在城防司和叶统领，刚才听说您要见我，孩儿这才赶回来。昨晚牛背村发生的事，你可知道？听说了。你有什么看法？爹，那凌云仅靠牛背村就能独自应付一群训练有素的杀手，真的很厉害。不过这种人就在咱们眼皮底下，是不是太危险了？要不咱们向林家汇报一下情况？放屁！爹，孩儿也是为您着想。这凌云上次就不曾将咱们父放在眼里，将来要是胆子大了，岂不是要无法无天？你真是这样想的？是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觉得这凌云上次威胁你，所以你才想报复他，对吧？爹，您冤枉孩儿了。冤枉你，小子！我现在玩到你与那林轩见不得光的手姐，这些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我警告你，这个凌云，你最好不要去招惹。我才是您的儿子，您为何要对凌云这么好？你是我儿子不假，但千万别做不该做的事。至于这凌云的表现，我早就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他现在对我还有大用，你若坏我好事，就算你是我儿子，我也要严惩你。是。老爷，查清楚了。是这臭小子派的人。没错，是昨晚大公子吩咐林轩去做的。这林轩还真够毒的，连自己亲弟弟都能下黑手。老爷，要不要派人去敲打一下林轩？不必了，我倒要看看这林云接下来如何报复。谁啊？林公子，是我，郑有利。干嘛一副苦瓜脸？还请公子责罚。出什么事了？就是卑职昨晚派去桃源镇侦查的2名将士死了，尸体已经抬回来了。你给他们配枪了？当然没有，他们只负责侦查，又不是去打仗，这一点卑职还是能认清的。那还好，是我八哥下的手。不错，公子，看来这桃源镇真的有点实力。是啊，我这位八哥在林家的时候就一直卧薪藏胆，一直培养可用之人，就为了现在使用。那还要不要派人去侦查？不必了，这件事暂时也不会有结果。我们杀了对方20几人，对方杀了我2人，咱们还是赚了。那对方会不会继续报复咱们？所以从今天起，你要提高警惕。我只给你一个底线，就是绝不能让敌人攻入牛背村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卑职遵命。卑职刚看到3位夫人在村外游玩，要不要卑职派几个将士去保护？做好你自己的事儿，其他事不用你操心。是。林公子，快来人了！谁来了？您老别这么激动。是官府派人来了，说是给林公子的奖励。奖励？肯定是于金府那边得到消息后，邱光日才特意搞出这么一出。实话告诉你，上次那件事不算完。等下次林家派长老前来收税，我一定将此事上报，你就等着吧。不过八哥最好睡觉都睁着眼睛，小心哪天再也醒不来。十四弟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主人，这凌云已经放话了，要不咱们今天就别去赴宴了吧？万一有什么危险……你要是害怕就滚蛋！老子宁可被打死，也不会被吓死。叫！相公，你打算和林轩摊开了？摊开算不上摊牌，我刚才只是恐吓他而已。所谓上兵伐谋，杀人诛心，我就是要先下的惶惶不可终日，等他自乱阵脚后，才是我要他命的时刻。相公，我们来这儿干嘛？你俩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就来。哎呦，这不林公子吧？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怎么样，我订的那一批装备可曾造好？已经完成了。小老刚才还在想公子何时派人来取，没想到您就来了。不错，我待会儿还要去官府办点事，晚些时候就派人来取。您老先备好。好嘞，公子放心，没问题。不过公子，您上次赏了200两银子，这还剩下50两，您看是？我这次亲自到来，就是找你谈此事。这也太小了，林公子，这些零件看起来都十分精密，
小老怕是难以胜任啊。你研究一下，就按照这图纸上的大小制造。你要是能做出来并让我满意，之前那50两银子赏你了，我再赏你50两。只要能做出手枪，花再多钱都是值的，便于隐藏在身上，而且威力增大，可以用来防身，而不会被敌人发现。最关键的是，要是能成功锻造出来，我就能进行下一步的尝试。公子，您不会是开玩笑吧？你觉得我大老远跑来是和你开玩笑的？你按照这图纸尽量做出来。要是你让我满意，钱不是问题，而且我可以聘请你到我府上做我的私人锻造师。好，小老明白林公子的意思了。以后必然要和铁打交道，这老铁匠用的纯手，而且还放心，必须收编过来。那你继续忙吧，我就先走一步，晚点时候我会再来找你。哎呦，林公子，您可算是来了！没想到自己现在这么有名，这2个侍卫自己从前可没见过，但他俩居然认识自己。邱大人何在？林公子莫要多问，随小的来就是了。请。林公子，请稍等，我们例行公事，要先进行搜身，还请配合。就知道邱光日会来这一套。上次我用竹筒枪顶在邱毅的脑门上，肯定也给了邱光日极大的刺激，也让他意识到了这竹筒枪的危险。变，林公子，这3个竹节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啊，我之前腰疼，这竹节是专门用来固定腰背的。这个总不违禁吧？这里面的东西是我这次献给府尹大人的礼物，并不是什么危险物品。草民凌云见过邱大人。林公子莫要多礼，咱们上次不是说好做朋友了吗？你怎么还这么客气？一码是一码，您是府尹大人，规矩还是要有的。列位臣工都看到了吧？林公子虽是林家外放庶子，却也是有识之士。从今日起，尔等不得对林公子无礼，知道吗？林公子，这位小姐上次就随你一道而来，本官还没来得及认识。这位是我二夫人叶婉清。叶婉清，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列位同僚认得小女也正常。我曾是国事院的谋士，因犯下叛乱之罪被林家抓捕。小女为求活命，就嫁给我家相公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二夫人居然有这么大的来头，就难怪林公子做事这般老练沉稳，原来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！爹，您别站着了，快请林公子入席吧。对，林公子，快请坐。林公子，能否和本官说说你那天晚上是如何将那些杀手消灭的？也让大家都长长见识。邱大人还不知，咱夫人乃当今日实力高强，就算我是我林家精锐，都曾折击在她手中。哦，本官怎么听说那天晚上牛背村一直有响雷声震荡？在下所言句句属实。邱大人若是不信，那在下也没办法。14弟，你太无礼了，岂敢对府尹大人这种态度？八哥管得也太宽了吧？还是在桃源镇过得太舒服了？之前听说过这牛背村的新任领主性情古怪，没想到脾气也这么大。而且，我与邱大人谈话，何时轮到你一个小小的押司插嘴？凌云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亲哥，你如此不知礼数，让外人以为我林家培养出来的都是不懂尊卑的人。我这八哥在林家被惯得不像样子，还请邱大人莫要见怪。这林轩是真的不如林云。林公子不必客气，来喝酒。邱大人，小人身体不适，就先告退了。叶儿，你先带他下去休息。是，爹。相公，别忘了正事。林公子这是搞什么鬼？林公子这是何意？大人设下庆功宴，草民自然不能空手而来。大人，这里面装的是我制造的小玩意儿，名叫香水。是我用牛背村独有的曼陀罗花炼制出来的，味道要比香囊还要香100倍，常年使用可提神安眠，改善睡眠问题。林公子果然是天纵奇才，这么香的东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？这制造香水的工艺乃是秘密，不可外传。不过草民带来的这一箱香水是送给大人和列位臣兄的，大家可以送给家里的女人。多谢林公子。没错，我家夫人前几天还嚷嚷着要去燕京府买香囊，林公子的香水实在是太及时了。凌云，
你跟我来。林云，你真是做了一笔好买卖，借助本官的人脉宣传你自己的名声。大人先别急着生气，我这次前来确实动了一点歪心眼，但既然敢当着大人的面，自然不会让大人吃亏。继续说。俗话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林云虽只是牛背村的小小领主，却也不甘心平庸，所以造出这香水，是想打开销路，在余城赚点小钱。若大人肯帮忙，必定会得到丰厚回报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你小子不简单，这兜兜转转，原来是为财而来。只要大人肯帮忙，赚钱是必然。到时候咱们4、6分，55分秋光日肯定不会答应，4、6分还有可能，但他心里的答案是3、7分。既然要本官帮忙，那就3、7分。林云，虽然这香水是你发明，制造也需要你来完成，但如果没有本官点头，就算你白送出去，本官也保证没人敢要。所以你拿3成已经不大此话有理，倒是草民鼠目寸芳了。那就这样，我在余城给你一个门面，准备好后，明天就可以经营了。大人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误会什么了？你不是要在余城卖香水吗？我要卖香水是不假，但我这香水只卖士绅名流，可不对普通百姓出售。你确定只是单纯的卖香水？是啊，我这香水虽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发明，但也不是普通百姓能消费起的，而且只有接触有钱人才能赚更多的钱。大人难道不愿意？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那就多谢大人成全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在下就先告辞了。进来。爹，这么晚了，为何还不休息？爹，这凌云白天如此嚣张，您就一点都不生气？为何要生气？这凌云看似狂妄，实则很有分寸。爹，这是林轩送来的500两银子，他希望能拿走，以后不准再收他的银子。另外，之前他送的500两银子也退回去。那压榨的职务也不用他做了。他既然是桃源镇的领主，就安安心心做他的领主。爹，是那凌云和您说了什么吗？您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是你爹，还是于政府尹？够了吗？事实证明，这林轩就是个废物。我于政府容不下这小子，以后也远离这种人，多和那凌云接触接触，这对你大有益处。是，孩儿明白了，这就告退。公子，大人他收了吗？我爹没收你的银子，反而将之前那500两也退给你。从今往后，不准你再进入余城，否则杀无赦。邱公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人为何突然这样？是那凌云说了我坏话？说没说坏话我也不知，我爹更没说。但说句实话，就冲你现在宴席上的表现，你和那凌云根本没有可比性。最后，看在你之前也为我办过事的招惹了凌云，不然可别怪我没提醒。邱公子，我这段时间像狗一样供你驱使，你现在就想一脚将我踹开吗？是啊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一条狗。你给自己的定位还挺准的，给你半个时辰时间立即离开余城，否则，哼！凌云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件事不算完。相公，看你这一路都在偷笑，看来这次谈判很成功啊。还行吧，主要是咱们这次准备的充分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种地。没搞错吧？我们现在不应该先准备更多的香水吗？知道什么叫饥饿经销吗？咱们今天将那些香水都送给余城下辖的官员，他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，肯定不会使用香水。回到各自府上，一定会送给喜爱的女人。等一段时间，让这些女人完全消化了解到这香水的好，她们自然会主动来求购。原来如此，到时候1传10，10传100，根本不用咱们宣传，就能将香水的名称打出去。看来相公才是最精通商贾之道的天才。另外，你们上次已经将牛背村附近的曼陀罗花都采没了，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再长出花来。对啊，光想着赚钱了，却忽略了现在根本没有原料。郑有力，安排几将将士先将这些装备都存放入地窖。公子，不直接分发给将士们吗？先不必照样，最近这段时间肯定会有官府派人前来，看到这些装备不好，你们平日里正常操练即可。是，公子。公子，您可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您今晚要在余城过夜呢。您老跟我来吧，我有任务要安排一下。林公子，是有什么变故了吗？是这样，咱们村现在每天能进行劳作的有多少人？大概230多人。是这样，
眼下正是春夏时节，我想动员乡亲们种粮，这样等到冬季大雄鹿时，咱们也有口粮食用。这牛背村的环境你也应该有所了解了，这四周的土地贫瘠，根本就种不出任何农作物。何况牛背村常年干旱，一年到头降雨次数也屈指可数，所以您就别费心了。您老不必担心，别人做不到的事儿，不代表我凌云也做不到。这件事儿您老就先筹备一下，待到明日我们亲自下地，一看便知。相公，你真打算种地啊？老村长说的没错，这牛背村的土地真的不行。那你说说，为什么不行？这还用说吗？首先，牛背村的土地干燥，就像是结块的沙子一样，还有一股怪味儿，就连野草都不长，又如何种庄稼？那些曼陀罗花还是因为本身耐旱才得以生长。土地干燥，证明这一方面土地无法锁住水分，再加上降雨次数太少。而你说的怪味，是因为牛背村本来就是盐碱地。不过，这些困难并不是无法解决的。相公，听你这么说，好像你已经有了解决之策。当然，要是解决不了，我干嘛要提种庄稼呢？相公真是厉害，好像到你这儿，不管什么困难你都能解决。没听过一句话吗？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吴月姐，那个今晚能不能将相公让给我？婉清，你该不会是……我如今也是相公的夫人，却始终有名无实，所以……好了啦，我明白。不过你要先和相公打招呼。喂喂，二位姐姐怎么不问一下我的意见？你是三妹，自然要排在最后。要不今晚就先三妹？婉清姐误会了，小妹并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咱们这么商量，要是相公知道了，恐怕会不高兴。傻丫头，你还不快去外面等着？要是相公回来了，看你还敢不敢说出口。哦。你这丫头搞什么？不知人吓人吓死人吗？那个相公，你能不能到我房间一趟？我有事找你。怎么？你有事可以直接说啊，这里又没人。哎呀，这里没法说，你就跟我来吧。婉清，你要干嘛？婉清，你别为难自己，我真的不会逼着你做违心的事。是不是吴越刚才和你说什么？我这就找他去。别走，不是吴月姐，是我自愿的。相公，就让我做你的女人，收了我吧。干嘛这么着急起床？你就不想多陪我一会儿吗？你就这么怕我吗？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。你这丫头故意让我出糗是吧？是啊，谁让你不告而别？人家昨夜才失身于你，你却一点表示都没有。知道相公忙，但再忙，你今天也要给我一个安心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相公，我好看吗？你最好看了。哼，骗人！你肯定认为吴月姐最美，不然为何总要我先开口？你不知道女儿家心思细腻吗？之前咱们不是有契约为证，没有二夫人应允，就算借我100个胆子，也不敢随意对你表露心意。人家都是你的人了，你还说这样的话吗？你个负心人大坏蛋！婉清，你别哭啊，我怎么就成负心人了？那你说你以后怎么对我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疼你爱你，绝不辜负你。你和吴越还有吴娜都一样，你们都是我的夫人，将来是要为我凌云孕育生命的亲人，将心比心，为夫也要对你们好，不然枉为人子。这还差不多。小馋猫，为夫早和老村长约好商议种庄稼的事，等下次一定好好收拾你。相公还真是享尽其人之福啊，婉清姐的滋味不错吧？说什么呢？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说得出口？喂，你站住！说清楚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知我者大夫人，知道为夫饿了，居然这么早就准备好早餐了。啊，相公，昨晚过得不错吧？吴越，你怎么也问这种无聊的问题？也问？是婉清问你的。那个，我先出去了。这么大的一片土地，真是白瞎了。要是林公子真有办法，那可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啊！您老不必担心，我主动提起这件事，就一定有办法解决。林公子，您该不会是想用引来湖水浇灌吧？这个方法我们曾经也尝试过，根本不灵。当然不能直接浇灌，这片土地已经失去了活力，就算浇灌再多的水，也无济于事，都会沉入地下。那怎么办？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谁说是唯一的办法？您老去召集10名村民，顺便带上犁地的工具。好。林公子，人都到齐了。众位乡亲们，
牛背村一直无法脱贫，更吃不上自家种的粮食，是因为土地贫瘠。但既然凌云来了，就绝不会置之不理。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质疑，所以我也不想多做解释。只要大家还愿意相信我，那就听我的命令。现在将这片地上的土铲走，深度大概是1尺。林公子不用解释，我们愿意相信你。没错，你为我们牛背村做了这么多事，都是为大家好。好，那现在就开始吧。凌云在此谢过大家了。林公子，这犁地的方法曾经也尝试过。哎，您老先别质疑，你们当初只是单纯的犁地，我这次是要将这些土都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不错，这些土地留着毫无意义，已经彻底失去价值，所以我打算将这片荒地重新翻一遍。林公子果然聪明，我们怎么没想到这种方法？土地潮湿，就证明可以用来种植粮食。太好了，有了土地，咱们终于可以种粮了。大家高兴得太早了，能挖到这样湿润的土，只能证明这片土地还有救。但想要用来种粮，却还是不太可能。明白了吧？大家现在也不算是外人，应该知道，我造黑缓药，其中需要的一种原料就是牛背山上的沙土。这种土还有一个专用名词，叫硫磺土。这种土碱性很大，不管种任何作物都不可能生长。林公子，之前您不是说有办法吗？是啊，我只是说现在不能种，又没说以后也不行。挖出这块地，就是为了做实验，我要彻底改良这片土地，让牛背村的土地重新变得肥沃。老村长，还要请你帮个忙。林公子客气了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便是。帮我找来腐烂的果子或者粮食和其他植物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就算去邻村去说也可以。要大量的，需要多少银子，你直接去找大夫人报就行。夫人报没问题，林公子就瞧好吧。大夫人，你说他要那些东西做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他既然要，就肯定有他的用处。嘿，嘿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相公，你没事吧？我只是想开个玩笑，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。相公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你是要谋杀亲夫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乌娜，别哭啊，以后注意点就是了。刚刚多危险，要是相公有个好歹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行了，反正我也没事儿，这次就算了。过来给我揉揉，疼死我了。哎呦，疼，别揉了，就这样吧。相公，我真的知错了。知错了，过来给我捶腿，换一遍。哎呦，不捶了。怎么，我还没生气，你就先受不了了？没错，我受不了。你有什么委屈的，说出来听听。要是我做错了，那我就改。哼，那还用说吗？你就是故意欺负人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之前你带婉清姐去虞城，你都不带我。当然，我不生吴月姐和婉清姐的气。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你有什么生气的？我问你，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去攻打桃源镇？不错，这是早晚的事。那你为何不带上我？什么带上你？我只是准备要去，这不还没去吗？那我问你，你去的时候带我吗？等去的时候再说，反正最近是不可能行动的。你什么你？你是不是忘了我上次是怎么给你们3个分工安排的？我看你精力太旺盛了，等我将土地改良好，你就去做园丁吧。以后制造香水用的花都交给你。凭什么？你欺负人吗？没错，我就是欺负你，谁让你这么不懂事？相公，你刚才说改良土地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去看土地了吗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牛背村的土地并没有想象中的糟糕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。老村长会去准备我需要的东西，你们就等着瞧好吧。都动作麻利点儿，把东西都给我搬到院子里去。林公子，东西都备齐了。相公，你的计划怎么都是些臭烘烘的，就没有正常的吗？臭？你们是不知道，这些发臭腐烂的东西可都是宝贝。哦，这些玩意儿可以让土地恢复肥沃。林公子，这些粗活交给村民们干就行。你是咱们村子的领袖，可别累坏了。我也想交给你们来做，但现在还不行。我制造的，我这个叫有机化肥，这样存放几天，腐烂的味道也能盖住硫磺味。都看好了，以后改良土地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老村长，去找一些废旧不要的棉被，
将这有机肥盖住。好，林公子，为何要盖住这些泥土？有机肥生成需要特定的环境，另外温度也不能太低，而且不盖住，泥土会被吹干。真是头一次听说还可以这样改良土地。相公，你制作这个什么有机肥就不能换个地方？这么大的味道就放在院子里，我们还怎么休息？就是相公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？这些都是纯天然的肥料，闻多了对身体也没有坏处。你们两个丫头就忍忍吧。另外，不是我说你俩，以后多学学大夫人。你俩什么时候见大夫人抱怨过？谁说我不嫌弃？这平时生活的地方被你搞得臭气熏天，晚上睡觉都睡不好。吴越，你可别被太太带坏了。走，不和他们玩了，我们回房。我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老实回答我。问什么？还要回到房间？天还没黑，要是被那个丫头笑话，我可和你没完。别转移话题，我问你，昨晚晴突然找我，都是你特意安排的吧？我吃饱撑的才管便宜还卖事儿。相公，人家婉清可是大家闺秀，人也长得漂亮，被相公得到了，以后可要好好对人家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可是我的大夫人，就一点都不吃醋？吃醋又有什么用？相公当初一口气要了我们3个，也不曾问过妾身的感受，怎么今天突然这么问？没有，你别多想，我只是感觉婉清的变化有些太大了，心里还有些不踏实。有什么不踏实？昨晚是她主动提出要施身给相公的，妾身作为大夫人，这种事自然不能否决。而且相公能让性情高傲的婉清心甘情愿，也算是天大的本事。林公子，二位夫人，林公子呢？相公在屋里和大夫人谈事。有什么事？公子，外面来人了，是府尹大人的儿子邱毅。走，出去见见。相公，这邱毅突然造访，该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？三夫人尽管放心，公子之前在余焦府大展神威，已经威慑住了那些狗官，就连府尹大人都将公子奉为座上宾。这小小的邱毅根本不敢造次。哈哈，邱公子远道而来，林某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啊！林公子太客气了，您是家父的座上宾，论辈分还要高出我一头，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不然要是让我爹知道，肯定不饶我。邱公子为何突然造访？该不会是有什么吩咐吧？林公子可千万别误会，我知道咱们之前因为林轩闹出一些不愉快，但这次我可是奉我爹的命令，特意前来向林公子赔不是，还希望林公子大人有大量，莫要与我一般见识。哎，邱公子这话说的我就不愿听了，咱们之间何曾有过不愉快？瞧我这脑子，林公子说的对，是我上次记错了。邱公子快快有请，来看看这牛背村在我的领导下改变的怎样。林公子果然名不虚传，居然将牛背村改善的这么好，我就先替我爹感谢林公子了，让这些贫苦的百姓过上好日子。林公子，这里是500两银子，算是以我个人名义捐给牛背村。邱公子这是何意？你能来就是给我凌云最大的面子，再送银子可就折煞我了。林公子，这银子不是送给你的，我知道你也不缺这点钱。好，多谢。那我就替乡亲们谢谢邱公子了。好，请。邱公子请。林公子这是何意？没事儿，只是我之前研究的小玩意儿。这该不会就是制造黑火药的材料吧？不是，棉被里罩的只是普通的泥土。抱歉，让邱公子见笑了，贱内不知礼数。没关系，林夫人也是洒脱之人，只是林公子为何将这么臭的泥土放在院内？邱公子应该知道，牛背村之所以穷，是因为这方土地贫瘠，无法种庄稼，所以我搞这发臭的泥土，是在培育一种肥料，用于改良土地。林公子果然是干大事的人，居然拥有这么大的决心。怎么，邱公子不信？也不是不信，只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罢了。这样吧，邱公子与我打个赌如何？打赌？赌什么？就赌我能不能在牛背村的土地种庄稼。好啊，既然林公子有兴趣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那一言为定。要是我让牛背村种出庄稼，我也不要邱公子的银子，只要答应帮我做一件事即可。做什么事？哎，邱公子不必多问，在下不会让你做有违道义的事，而且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邱公子就等着好了。林公子好福气啊，居然有3位这般貌美的夫人。你们都先出去，我要和邱公子单独聊聊。邱公子此次前来，
可是有什么要事，不妨直说。林公子果然聪明机智，不错。本公子此次前来只为2件事，其一是奉我爹的命令前来与林公子交好，其次便是想要一些黑火药。林公子不会吝啬不给吧？邱公子，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这黑火药可不是一般的东西，又岂能轻易送人？那林公子的意思是不行？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服役大人想要黑火药，总不能白拿吧？当然不能，我知道这黑火药的价值肯定极大。林公子出价吧，100枚弹药，100两银子。这也太贵了。林公子，我这次可是带着诚意前来，你若漫天要价，我回去也不好交代，而且对林公子你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。邱公子何出此言？1两银子，还是看在我和府尹大人是朋友的价格。要是换做外人，有钱恐怕也买不到。而且，既然邱公子想要这弹药，就应该知道这玩意儿是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。有些事可是不管花多钱都办不到的。我希望邱公子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林公子说的有道理，但这价格还是高了，不如在这基础上再便宜2成如何？邱公子，你要明白一点，并不是我求着你卖黑火药，而是你主动来买，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是坚决不会卖的。何况我也压根儿没打算卖。好了，这件事就先到此为止。邱公子拿不定主意，就回去向府尹大人汇报即可。好，100两就100两，我现在就要1000枚弹药。不好意思，这弹药不是凡物，不可能卖这么多。邱公子也别这么大的胃口，还是先买100枚吧。这黑火药只能用来防身，却无法大规模使用。何况真要5给支军队的话，不是我瞧不起府尹大人，他根本养不起，而我也没有这么多的原材料。好，100枚就100枚。这凌云各个方面表现的都堪称完美，怎么一见到银票就像个乡巴佬？林公子，你在看什么？没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本来我爹派我来买黑火药是为了接下来剿匪，但既然林公子卖不了这么多，那我也不为难你。但这剿匪，林公子接下来必须要出力才。这件事我爹有言在先，林公子必须答应。剿匪主要还是于政府来做，但我可以安排手下帮忙。不知邱公子意下如何？林公子，你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在牛背村培养了一批手下？官府每次剿匪，我只派4人，这太少了。林公子，你可莫要恃我爹皆很看重你，但剿匪可是原则问题，你最好莫要误判形势。放心，我这4人绝对顶得上你官府10人。好吧，那就这样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郑有利，公子，去给邱公子取100枚弹药。是。主人，这凌云可真是狂得没边啊！大人为何这般纵容他？这个世上有本事的人才配狂妄，这凌云就是这种人。好了，此事休要再提，记住，今天发生的所有事不准对任何人提，不然……对了，刚刚我和凌云谈话的时候，你们可曾观察牛背村的情况？主人，牛背村的村民似乎都十分忙碌，属下偷偷观察，发现他们家家户户都在熬煮着什么，虽然没看见具体，却闻到一股恶臭，就像是粪便。莫要再说了，我们快点走，尽量在天黑前赶回虞城。相公，你在那儿傻笑什么？刚刚我狠狠宰了那秋意一刀，100枚弹药卖了100两银子。这些弹药居然这么值钱，那我们岂不是发财了？这哪还是黑不溜秋的弹药，简直就是银子啊！相公，你让村民们每日制造的都是银子啊？当然，你们的相公蛇是做过亏本的买卖。那相公刚刚卖给秋意多少枚弹药？不是说了吗？100枚。什么？怎么这么少？咱们在地窖不是还有很多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弹药现在不能大量流通，如今我们实力还传弱，要是被林家人盯上，可就全完了。另外，我卖的越少，未来价格就越高。看着吧，咱们赚大钱的机会还在后面。等了这么多天，终于是成了。现在就可以种粮了吗？成熟了，去将郑有利喊来，让他再带几名将士。十四爷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不用问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林公子为何要对着发臭的泥土这么上心？林公子，您找我，安排下去，将这些肥料运到村外那坑里。快，都搬起来，运到村外。
林公子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居然连种地都这么擅长。林公子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可不是嘛？林公子能来牛背村，真是咱们祖上积德了。各位村民，我这次只是简单的试验，并没大规模种田，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就有劳大家能帮忙浇水。林公子尽管放心，其他事儿我们做不好，但种地绝对没问题。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从今天往后，每日早中晚各浇一次水，要是长出幼苗，就立即通知我。相公，你确定能成功吗？不敢保证，但至少有70%把握吧。70%，那已经不小了。相公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吧，反正我也不会告诉你。不行，你必须要告诉我。你怎么什么都会？能制造黑火药这种逆天的东西已经够厉害，又能发明出香水，这次还会种田，而且看样子还常专业。你确定之前在林家这么多年一直做纨绔子弟？我若说是无师自通的天才，二夫人肯定不愿相信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好，那我问你，等将来你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，你会怎么做？做人轻松自在一点不好吗？为何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？你骗人！而且我也从没想过未来怎么样，我只看眼前。相公，你就告诉我呗，我保证不对任何人说，我发誓。还记得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件事吗？哪件事？就是你如何被扣上谋反帽子的那件事。哦，你说这件事啊？怎么，相公是想替妾身平反吗？哼，你做梦，我才没这么无聊。哼，你之前还说要好好待我，现在得了人家的身子就这样说话，不负责任的家伙。给你平反，只会招来你曾经的那些政敌，我干嘛要做这种蠢事啊？那相公的意思是另辟蹊径？算是吧。你上次说萧藩的事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若站在朝廷江山社稷的角度思考，确实非常有必要。所谓藩王，放在当初圣祖爷打天下的时候没问题，但现在是和平年代，这些藩王已经成为毒瘤，大端神朝威仪。相公，没想到你我政见如此一致，我实在爱死你了。走，去你房里坐坐。别一天天就想着干坏事，你还没说完，另辟蹊径指的是什么？林家对我不义，待到我得势那天，自然要先对林家出手。太好了，相公，这次我举双手双脚支持你。你们俩真是越来越明目不胆了。我才是一家之主，什么叫越来越明目张胆了？相公，你甭和我厉害，现在大夫人不高兴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相公，你还是去哄吴月姐吧。真是女人心海底针，故人诚不欺我。相公在那儿嘀嘀咕咕些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和婉晴在一起吗？戴夫人生气，为夫哪还有心情啊？哦，这么说是我坏了你的心情，对吗？说的都是什么话？吴越，你以后别这么敏感行吗？知道了，我也想大度，可刚刚看到你俩亲密无间，我还是有些受不了。不过以后我会慢慢接受的。喏，送给你，别生气了。古人云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”都给我提起精神，别像是没吃饱饭一样。你们成为林公子司军也快1个月了，要是没有一点进步，我也没法向林公子交代。你平日就这么训练他们？回禀公子，现在是进行战术训练，也是锻炼他们的体魄。要是上了战场，没有好的身体素质，就算给他们再好的装备，也难以形成战斗力。话是如此，但也要讲究方法和实际情况。我要的是雷厉风行、能拿出手的铁骑军。体魄训练是一门很严谨且复杂多样的科目，比如提升耐力就需要长跑，锻炼臂力就要练习举重或投掷。有针对性的训练可以大大提升效率，而且还能让将士们心服口服，而粗暴训练的成果却是最低的。公子，你该不会连练兵也懂吧？我没带过兵，但曾和林家的教头们聊过，也见识过他们带兵。那就按公子说的方式训练。都起来吧，给我绕着这牛背山顶跑步训练。来，都过来，跟着我的节奏跑，莫要这般凌乱。公子，您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来，还来跑步？我现在宁愿和将士们在一起训练。林公子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什么成功了？是那块试验田长出幼苗了。走，下去看看。公子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！
牛背村有救了！那里为何没有长出嫩苗？说，那天是谁播下的种？是我。你别紧张，说说具体情况。那里种的是什么？回禀公子，那里种的是您上次一起给我稻米啊。我犯傻了，种大米自然是要用稻田。看来想种大米，要等以后土地彻底改良后才行了。没关系，能种小麦已经算是老天爷对牛背村的恩赐了。好，那从今天起，诸位就按照我那天的方式，先大批量培养有机肥料，改良土地，之后全面耕种。好，公子，您真的是我牛背村的福星啊！您来了，牛背村不但过上好日子了，如今更是可以种粮了。您可比朝廷派来的那些吃人饭不干人事的昏官强太多了。您老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如今也只是初步试验成功，这么小的一块田，用湖水还勉强够用。但要是彻底开荒种田，你可想过该如何浇个灌庄稼？这我还真没想过。林公子之前不是提过此事吗？您应该已经有办法了吧？我也只是有一个概念，能不能成功就看天意吧。想要浇灌大片的庄稼，按牛背村这特殊干燥的地理位置，肯定是比登天还难。但我并不气馁。之前我提出要让牛背村种粮，就想过利用人工干预的方式降雨，也就是催雨弹。按我现在对黑火药的灵活运用程度，想让催雨弹上天并不难，只需要加大黑火药的浓度和当量。唯一的难度就是提取制造出催雨弹的主要成分，这才是让我没有把握的地方。相公，干嘛一大早就闷闷不乐？谁惹你生气了？种田惹我了。相公，种田怎么惹你了？难道那试验田失败了？失败就失败吧，这也怪不得你，是这牛背村的土地太差劲了。哼，你说什么呢？谁说试验田失败了？就在刚刚我去看，已经长出嫩芽了。啊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相公又何必苦恼呢？你俩不知道，这试验确实成功了。下一步就是大范级的开荒种田，就要涉及到灌溉吧。靠近牛背山的那个湖水是不行的，里面硫磺超标，根本无法种粮。就算种出来，正犯愁该如雷会灌毒。相公之前不是已经想好对策了吗？对策我确实想好了，但能不能成功还是未知。相公，你要相信自己，正如我们都相信你一样。有什么需要让我效劳的吗？你又想让我干嘛？就直说好了。劳烦三夫人去一趟虞城，帮我采购一些海带，没问题吧？海带不就是海草吗？你要这玩意儿干嘛？哟，三夫人果然学识渊博，居然还知道海带就是海草。那是，你们少瞧不起人。我虽然从小生活在草原，但也有幸去过一次海边。听你说的不像是夸我。喂，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好，就恳请三夫人能不计前嫌，替为夫去虞城买一些海稻回来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你还没说要买多少呢。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，一句话，能买多少买多少，多多益善。相公，你这又抽哪门子风？在这点火，你是要将咱们的宅子烧了吗？我把你烧了。别说话，在一边看着就行了。真是不可思议，原来盘锅炉还可以这么简单。这只是其中一个工具而已，不必太当真。制造降雨弹需要碘和银，碘可以从海稻中提取，银就更容易得到了。不过还需要一个熔炉煅烧，让银融化，再与碘融合到一起，形成电化银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厨房找个瓷盘。下一步提取碘就需要用到支离水，在乌娜回来前，我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虽然庄稼还没种起来，但也要提前准备好，免得到时候出问题，那可就坏了。相公，你是要吓死妾身吗？大夫人真是辛苦了，为了这个家日夜操劳，为夫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啊。白天操劳一些是妾身应分的，但晚上妾身可不敢承认操劳。妾身最近几天不是一直独守空房吗？大夫人莫要多虑，为夫正巧这几天与二夫人有事要办，今晚一定陪大夫人。吴越，你帮我找一个铁锅，要带锅盖的，再找一个瓷盆，我有急用。好，你要这些干嘛？相公该不会是又要在家里熬煮粪便吧？要是这样，那我可不给。想什么呢？什么熬煮粪便？我是要煮海带，是人可以吃的。这还差不多。相公，这大黑锅你可千万别搞别的，这可是咱们平时炒菜用的。我知道，你相公我又不是傻子，自己家用的东西我还能弄坏弄脏啊？
相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看不懂？看不懂就对了，我要提取一种纯净水。哼，这锅里不都是水吗？相公还要提取什么水？难道水和水还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，而且区别大了。这生活用水都是在村口井里打上来的，我姑且认定这水是对人无害的，但其中蕴含了很多微量元素，甚至还有一些寄生虫和细菌，这些两样可都是对人体有害的。什么是细菌？牛背村的地下水，何况必然都硫磺超标。相公，你这些知识都是哪儿学来的？怎么和你解释呢？寄生虫和细菌也是世间万物中的一部分，就像是地上的蚂蚁、猪圈里的母猪一样，只不过它们太过微小，常人是不可能看到的。而且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你没见过，只能证明你孤陋寡闻，却并不代表不存在。哎，邱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二夫人，邱公子是来找林公子的。二夫人，林公子在吗？在，他就在院子里忙活呢。忙活？他不明白，达到凌云这种程度，难道还要自己干活吗？忙活什么？邱公子还是亲自问我家相公吧。林公子，邱公子来了哟，哪阵风又把邱公子吹来了？怎么，听林公子的意思，似乎很不欢迎我？哪里，邱公子能来，也让我牛背村蓬荜生辉。我凌云高兴还来不及，又岂会不欢迎？来，快里面请。婉清，快给邱公子搬一张椅子来。林公子这是在做什么？哦，邱公子可还记得上次咱们打赌的事儿？自然记得。我倒是也听林公子已经在牛背村培育出了麦苗，不过这也仅仅是第一步。想要大批量的种植粮食，可不种粮确实不容易。不过别人做不到的事儿，可不代表我凌云做不到。林公子还是说说，这种粮和你盘的这炉子有什么关系？这关系可大了。邱公子既然知道牛背村种粮有难度，肯定知道具体原因吧？当然，牛背村地脉荒凉，土地贫瘠，再加上常年都极罕见降雨，这种环境根本就不适合种粮。我也承认林公子是个能干事的人色，但人力毕竟有限，是绝对无法改变天意的。邱公子这次可说错了，我们林公子向来做事谋而后动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一定会做到最好。还是您老了解我。邱公子的这番话有一定道理，但恕我不能苟同。人的能力和学识有关，当一个人的学识达到碾压一切的程度，那么人力完全可以胜天，甚至改变规则。林公子，还是说说为何要搞这炉子吧。凭邱公子的学识，我恐怕很难能解释清楚。林公子这张嘴可真是厉害啊！要是你能加入国士院，怕是能独占群儒。看来自己是小瞧他了。如果邱心不懂得隐忍，这种人完全没什么危险。可刚刚我把话说得那么难听，邱心却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这可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。邱公子，看看里面是什么？不就是一盆热水吗？没错，我要的就是这一盆热水。不过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水。不是普通的水，那是什么？难道水里有毒？哪来的毒啊？这水接下来还有大用。对了，邱公子此次前来，不会是专门来与我叙旧的吧？当然不是。林公子，咱们上次不是已经谈妥，你答应派出4人协助剿匪吗？看我这脑子，最近几天太忙，这件事让我给忘了。劳烦您老去帮我叫郑有利来一趟。林公子，你确定只派4人？邱公子放心，4人足以对抗那些劫匪。我之前剿灭黑风寨和黄金盟也没用几个人。邱公子，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？林公子但说无妨。是这样，此次于政府出面剿匪，既然我牛背村也出人出力了，那缴获的好处，林公子放心，我爹曾交代过，剿匪所得咱们3七分。我于城府出人又出力，自然要拿大头。牛背村拿30%没问题吧？可以。林公子，您找我。有利，你立即带3个你最信任的手下随同于知府剿匪，这期间要听从于知府的命令，不得违抗。要是让我得知你乱来，会是什么下场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公子尽管放心，卑职绝对不会丢牛背村的脸。很好，你下去挑人吧。林公子，你刚才让郑有利去挑人，怎么了？邱公子有异议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林公子让他去挑人，难道牛背村建立了自己的私军？邱公子这话可是包藏祸心呢。哎，林公子可千万别误会，本公子也只是随口一问，
有没有都不影响咱们双方的关系。事到如今，那我也就不隐瞒了。我确实养了一批手下，就像我八哥一样。不过距离思君可还差得远，邱公子可以不必介怀。林轩养的那些，岂能和林公子相提并论？要是林公子的手下个个都配着竹筒枪，那战斗力绝对能轻易碾压一般的正规军。恐怕邱公子尽管放心，从咱们上次互通有无开始就已经建立最基本的信任。到时候无论是府尹大人还是邱公子，咱们都可以成为最为信任的伙伴。好，有林公子这番话，那本公子就放心了。另外，林公子果然要比那林轩靠谱得多，倒是本公子之前眼拙了，还望林公子能不计前嫌。当然，咱们未来相处的日子还在后头。现在不管有什么合作，都只服务于建立信任。我说的对吗，邱大公子？邱公子，未来的日子还望您能多多指教。郑统领客气了，你是林公子的心腹，那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符合规矩的，本公子一定满足你。多谢，来，多谢邱公子，卑职一定尽心竭力。郑有力，记住，你们4个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记着，你们是我牛背村的人，只能长脸不可丢人。倘若被我听说一些不好的消息，必然严惩不贷。公子放心，卑职几人都深得公子栽培，这次一定为我牛背村长脸。好了，林公子，既然这次任务已经达成，那本公子就不叨扰了。另外，期待林公子的好消息。若是真能让牛背村独立种粮，于城府一定会嘉奖林公子。那就借邱公子吉言了。相公，我们真的搭上于真府这颗大船了。暂时是这样。刚才实在太危险了，要是相公赌错了，导致邱毅翻脸，那咱们可就危险了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豪赌，只不过我早就开一只都想爬上他老子的头上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这些年也都被邱光日压着，这次好不容易有了契机，他又岂会错过？相公果然还是技高一筹。不过你直接安排郑有力4人去于天府执行公务，万一邱暗中拉拢他们呢？你就不怕他们不回来了，还漏了咱们的底？你想盯着一个人，是永远都盯不住的。我给他绝对的信任和自由，但若他自己不争气，可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来，多吃点。前方何人？还不让路！莫要多管，直接冲过去！邱公子，对面好像是我家公子的三夫人。是他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停下来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林公子的三夫人，真是失敬啊！邱公子怎么会在这里？本公子刚刚去牛背村见了林公子，不知三夫人去虞城有何贵干，可需要我的帮忙？不必，只是进城采购一些生活用品。郑统领这是要和邱公子去哪儿？小人这次是奉林公子之令，协助城主府剿匪，三夫人不必多虑。三夫人不要担心，本公子这次与林公子达成约定，剿匪对我们双方都有利，而郑统领只是本公子借调来帮忙的。郑统领，你作为相公器重的人，若敢损害牛背村的事，我绝对不会饶你。告辞了。这三夫人也太嚣张了。是啊，统领，这口气。郑统领不必介怀，这位林公子的三夫人乃是蛮族人，性格洒脱了些，却并无恶意，让邱公子见笑了。不过您说的对，三夫人确实性格洒脱。郑统领，你们4人这次带来多少的弹药？邱公子不必担心，别看我们只有4人，但也足够协助余生府剿匪。郑统领别误会，我只是好奇而已，能否说个具体的数？200人的劫匪团足够我们消灭3司4是没问题的。郑统领，咱们能否进一步说话？好。郑统领能得到林公子的信任，派出来执行公务，那肯定就是他的心腹了。所以本公子就不绕弯子了。邱公子请讲。是这样，上次我与林公子交易，100两银子才买到100枚弹药，而郑统领4人里至少也有近1000位枚弹药。这么多的弹药用来剿匪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不是不绕弯子，可说来说去还是没有表露中心思想，绕着圈子。邱公子到底想说什么？很简单，只要郑统领将你们4人手中的弹药卖给我，这次的剿匪行动你们就完全可以不用参与，而本公子会为你们4人安排一条龙的服务，保证让你们彻底爱上虞城。如何？邱公子，在下深得林公子的栽培与信任，对眼前的得到的一切都十分珍惜，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卖林公子的事，您还是别惦记。另外，今天你与小人说的这些话，小人也会彻底烂在肚里，绝不会避废3人提。没想到这曾经做劫匪的忠心，
没关系，既然郑统领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林轩，你好大的狗胆，居然敢无视本公子上次给你的警告！邱公子别误会，我只是率众去余镇采购一些生活物资，并无他意。没想到会遇到您。是吗？那还真是够巧合的。邱公子该不会是刚刚去了牛背村吧？是又如何？又与你何干？邱公子别生气，在下只是随口一问。哼，邱公子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还是尽快赶路吧。等天黑，这里可不安全。好了，林轩，你既然要进城办事，我也不阻你，但你也莫要再多说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主人，就这么放他们走吗？咱们可是在此等候了2个时辰。当然不能。走，我们也进城。三夫人辛苦了，快，饭菜都为你准备好了，请用膳吧。我不饿，待会儿吃。我问你，你将郑有利派去协助于邪妇剿匪了？不错。哼，相公，你就这么信任那郑有利？对，你之前说过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但郑有利4人可都配着竹筒枪去剿匪，也必然携带了不少的弹药，万一他搞点猫腻，你都不知道。我之前在路上想了很久。哟，三夫人这次进城后，怎么突然脑子开光变聪明了？是不是路上有什么奇遇？你别闹，人家说正经的。傻丫头，你就觉得你相公是傻子，故意让那邱毅捡个大便宜？难道不是吗？就算郑有利不会背叛，可也禁不住城主府的威逼利诱啊！别忘了，他们可都是劫匪出身，都有前科。你怎么反应这么大？难道郑有利刚才顶撞你了？三妹，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要公报私仇。相公信任郑有利，自然有他的理由。你能考虑到的问题，相公也早就提过了。哼，反正我看那郑有利有问题。他刚刚在路上还和秋意有说有笑，看到我就突然变了一副态度。好了，你也甭怀疑了，就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吧。如果郑有利是个聪明人，就不会乱来，不然他想当着我面隐藏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算了，反正你们怎么说都有理，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愿相信我的话。五月姐姐，我饿，人家要吃饭。真是饿死鬼脱生。来吧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相公，其实乌娜说的有一定道理。我知道，但现在下定论维持上走，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罢吧。或许他现在正在心里犹豫。什么？相公说什么？没事。快，1个时辰内将这些海盗全部烧了。相公，你疯了！咱们现在确实赚到钱了，手里也有不少银子，可也不能败家呀，直接烧了。那你大老远让乌娜买回来干嘛？让你烧就烧，别那么多问题。我这么做自然有我道理。领主家着火了！咱这领主又在搞什么发明了？林公子，您这是何意？这个季节也不像是添柴取暖，更不像是烧荒，而且这些干海带还是村民们刚刚搬进来的，怎么就直接给烧了？快，劳烦您老安排大家帮忙将这些干海带都投进火炉。快，大家帮忙把这些海带都投进火炉。我要的并不是海带，而是海带烧完后的灰。公子，这海带灰有什么用啊？放在平时那肯定没用，但这海带灰对接下来种庄稼可有大用，您老就甭问了。将海带灰倒进大黑锅，用蒸馏水熬煮。这么做的目的自然是提取点。终于提取完了，哈哈哈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啊！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就为这些粉末，相公，你到底要搞什么？这些粉末是不是也是肥料，可以让庄稼长得更快？当然不是，这粉末学名叫碘，是一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。不过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用作工业。算了，爱咋咋地，我忍不住了，回去睡觉了。
吴月姐，相公，我也困了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相公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也回去休息吧。有什么事等明天再说吧。好，我先去工作间将这些盐保存起来。制造淬雨弹已经完成了一半，明天就只剩下熔炼银子了。但难点就是炉内的温度，必须要达到银子的熔点。不过银子的熔点是961摄氏度，今天造出来的炉子虽然简陋，可在完全圈熔的情况下，也至少能达到700至850摄氏度。好在我手里还存有大量黑火药，这些东西在完全密封的火炉内燃烧，会在短时间内急速升温。别说达到961度，就是达到1000度之上也不是可能。如果实在不行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制造高炉。接下来炼体需先调试高炉形制，我正好提前推演一番。吴越，你这新制的衣裳哪来的？喜欢吗？相公，想我吗？想啊。那你告诉我，是晚清好，还是我好？你好，当然是你好。这还差不多。还是得靠锅盖才能让火炉内温度上升，方便接下来的煅烧啊。十四爷，昨天就见你烧炉子，怎么今天还烧啊？当然，不但要烧，还要烧得更旺盛才好。你躲开一些，小心待会儿受伤。十四爷，您这也太败家了，干嘛要将银子丢进炉内啊？别这么惊讶成吗？要奋斗就得有牺牲。这10两银子烧得不冤，接下来带给牛背村的好处可是这10两银子的1000万倍。如果一旦研制出了淬雨弹，帮助牛背村降雨，那将来种出的庄稼不但能解决牛背村500口人的口粮，还能用于售卖。毕竟在这封建落后的世界，粮食就是一切。只有自己掌控了粮食，将来才有和大端王朝上层阶级争霸的实力。公子，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相公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没事儿，我只是在炉内加了一些黑火药。什么？相公，你是疯了吗？要是发生爆炸，咱们这个家就没了。这不是没事儿吗？你就甭担心了。看来温度还是不太够啊。相公，你该不会是想将银子融化吧？是啊，我要的就是液化的银水。与金、铜、铁相比，银的熔点最低，也是最容易融化的，但仍旧无法成功。可见这炉子的功率还是太低。接下来还要熔铁和铜，怎么办呢？相公，你还记得余城那铁匠铺吗？他家的那种炉子，连铁砂都能融化，融化银子肯定也没问题。婉清，你果然聪明又伶俐啊！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相公的动手能力是真的强，想要什么就可以立即制作出来，好似他的脑中早就已经有了制造图纸。太好了，终于成功了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接下来就是点化银的粉末。相公，完事了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这研究的是什么了吧？牛背村不是常年干旱不下雨吗？今天我就要让整个牛背山久旱逢甘露。十四爷，你的意思是能控制天气，让天下雨？不错，能不能成功我还不能确定，但就算是有1成的希望，我也要拿出10成的努力。这不就是竹筒吗？这玩意儿能让老天下雨？相公，就算开玩笑也要有个度吧？你这次肯定是吹牛皮。要是人能控制天气，强行让老天降雨，那足以青史留名了。现在多说无益，试试就知道了。简单的说，这淬雨弹的制作工艺与制造弹药差不多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普通的弹药只有黑火药1种成分，足够当量就能产生巨大威力，
而催雨弹中不光有黑火药助力，其中还蕴含隐化银这种特殊的成分。在催雨弹成功上天爆炸后，隐化银受热后便可在空气中形成无数个隐化银粒子。在高空气压相对较低的情况下，这些碘化银粒子会在云层中产生数不尽的冰晶，从而改变气象环境，达到人工干预降雨的目的。只不过当初我只在书本上学习，这还是第一次尝试。你就别上来了，待会儿我点火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。相公，你可别吓我，要是危险太大，就还是先缓缓吧。反正庄稼还没有大面积种植，也不急于一时。不行，已经拖了好几天了，今天必须尝试，而且也未必能一次性成功。如果不能解决降雨的问题，那就算村民们将土地彻底改良，最后种出的麦苗也会陷入旱灾。成败在此一举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十四爷，看来林家这次是真的看走眼了。相公，这就完事了？当然没有，看着吧，能不能成功，就看能不能飞上天。飞上天？这玩意儿还能飞上天？那破竹筒居然真的能飞上天，而且还冲入了云层。现在催雨弹并没有进入云层，只是因为飞得太高，再加上光线的折射，肉眼根本难以看清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相公，你好厉害，居然能发射到天上！要是用这招对敌，一定会成巨大的杀伤。你想得美！要是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。林公子，这就算完了吗？您不是说可以让老天降雨吗？为何还没有下雨？再等等看，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尚早。人工降雨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知识，技术含量并不算高。可自己身处异世，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，想要成功也要碰运气，而且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让云层内产生物理变化，由大量冰晶改变空气温度和湿度，从而达到降雨的目的。能打雷，就证明云层内已经开始产生物理变化，这正是要降雨的前兆。相公，成功了！这次真的成功了，下雨了！相公，你好厉害，居然真的能让老天下雨！你难道是天上派下来的活神仙吗？专门拯救我的？十四爷，你隐藏得太深了，在林家的时候，您为什么一直不表现呢？邱公子，您怎么了？你可还记得我之前与凌云的那个赌约？记得。林公子真是神机妙算，居然连下雨都能算出来。郑统领，你也算是聪明人，真以为本公子是这么好骗的？邱公子误会了，小人只是我家公子手下的侍卫，又岂敢诓骗您？哼！昨天我去牛背村接你的时候，凌云正在院内捣鼓一些特殊的热水。要是邱公子想一探究竟，那咱们现在就立即去一趟牛背村，找我家公子一问便知。我不用去，你就老实告诉我，凌云之前搞的那些花招是不是专门用来降雨的？不错。哼，好一个凌云，真是不简单啊！能制造出射杀人的火器已经算是厉害，居然还能强行让老天下雨。他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。如果牛背村真的开始种粮，短期来看对余更府大有益处，纳粮多了，税银自然也多了，余更府的财政也会更富裕，对我爹的仕途也会更好。但要是放长远来看，问题可就大了。有了强大的火器，又能独立种粮，那接下来该如何发展，就是傻子都能看明白。哼，郑统领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府见我爹。爹，孩儿有事求见。进来。是。你干嘛去了？弄得一身狼狈，为何不换衣服？爹，
孩儿有急事，来不及换衣服。您先听我说完。大人，卑职就先告退了。你先别走，我待会儿还有事要交代。是，你有什么话直说，马总管也不算是外人。爹，外面下雨了，您可知是怎么回事？下雨就下雨，你还要究其原因？怎么，喝花酒喝傻了？不是，爹，您先听我说完。孩儿前阵遵照您的指令，去牛背村见了那林云，期间林云曾与孩儿打赌，说是能让老天下雨，从而解决牛背山干旱无雨的环境。你是说，这外面下的雨是那林云搞出来的？不错，昨日孩儿去牛背村接林云派来的4名手下，曾亲眼目睹他在家中搞研究，说是要降雨，这才过去1天，就真的下雨了。所以这次降雨8成与他脱不开干系。公子，那位林公子卑职也曾有过一面之缘。老实说，他确实是个人物。可要说他能让老天下雨，这不是胡扯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小子是疯了吗？那林云厉害确实不假，但也不必将他妖魔化。他要是有本事让老天下雨，那岂不是下凡的活神仙？小子，你真当你爹头晕眼花不成？哎，爹，我知道这么说很难取信于你，要不这样，您亲自随我去一趟牛背村如何？咱们一见便知。不可能，我乃余生府府尹，岂会亲自去那牛背村？是不是那林云给你出的馊主意？既然爹不愿相信，那孩儿就先告退了。不过还有一句话，希望爹你能听进去。你说，那林云下一步是打算在牛背村大面积种粮，一旦成功了，爹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？大人，大公子虽平日里喜欢花天酒地，但从不会触犯原则问题。他既然开口了，想必不会无故放锁。那林云也确实有问题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妙。确实有些蹊跷。不过这林云要是真的能让牛背村开荒种粮，一定能解决我余征府粮食短缺的问题。咱们以后也不必再花大钱去浩征府买粮了。大人，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大个公子的担心也不无由来呀。那林云手里本来就有能要命的火器，要是粮食也能自给自足，他可就等同于有了谋反的本钱。这事儿，这种事根本不可能，真当本官是吃素的。也罢，既然马总管开口了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，探探凶实也好。不过咱们现在需要那林云帮忙，可别得罪了他。若坏了本官的大事，小心你的脑袋。是，卑职明白。卑职办事，大人就把心放在肚里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好，那你下去吧。是。大人，刚刚马总管说的有道理，那林云明显是野心勃勃，就算大人要利用他，也最好能敲打一下才好，不然恐生事端。其实早在我第一次与那林云面谈，就意识到了他的野心。不过我笃定这小子不是针对咱们的。我前几天托人秘密打听了林云在林家的事儿，这小子可是被林家坑惨了。而且别看他娶了3个老婆，却要为3个老婆还债。林家完全是拿他们这些庶子当外人，等将他们的全部价值都榨干，就会被抛弃。所以这小子得势后，一定会针对林家报复。原来如此，要是这么说，这林云现在是在卧薪藏老啊。所以咱们只需要知道这小子行动就行，多了也不用过多参与。等他有一天去对付林家失败，他必死无疑。正好可以趁着现在多多利用他，将咱们那些不方便出手的事儿都交给他去做，岂不美哉？大人高见。现在也算是确定了制造工艺，正好多准备一些催雨弹，为接下来种田后的降雨做准备。公子，您找我有事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。没什么事儿，只是这段时间村民们一边忙着生产黑火药，还要去耕地，挺辛苦，所以这些银子就分给村民们，算是他们的工钱。林公子，您不是每天都付过工钱了吗？何况耕地也是为牛背村好，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劳动的，这些钱我们不能要。拿着吧，这点银两分给村民们也不算多，算是我林云聊表心意。这样，这笔钱就先交给小老，以后种田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就从这笔银两里出。好吧，
您老真是深得我意啊。那一共有多少亩地？大概1000亩地。这些粮食牛背村根本吃不完，要是用来销售，那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。林公子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事，你可以下去了。另外，将这些种子也带回去。哦，好的。林公子，官府来人了！哟，这不是马总管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林公子，下官此次前来可是给你报喜的，是吗？那快有请。好，请。好茶，去准备500两银子。马总管不远百里而来，肯定是有事要宣布吧？要是好事儿，我还真想快些知道。哎，林公子莫要着急，我之前听大人家公子说，上周那场大雨是林公子安排的，可有此事？一场雨而已，马大官不必放在心上。那到底是不是林公子安排的这场雨？还真是，不过也只是在下瞎猫碰上死耗子。林公子人中龙凤，大人和公子都一直在夸张你，如今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马总管，您这次大老远赶来，该不会只为打探这下雨的事吧？当然不是，本官这次来是给林公子送银子的。这是800两银票，按照林公子上次与邱公子约定的3-7分，还请笑纳。看来于公府最近剿匪很顺利啊。当然，但能这么顺利，还是因为林公子派去的4名将士厉害啊。这100两银子全当给马总管跑腿钱了。怎么，马总管嫌少？林公子，您本事通天，能交上府尹大人，下官也是佩服得紧。如果没有本官从中斡旋，林公子根本拿不到这800两银子。我说马总管，您是余强府内务总管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专门为府尹大人管钱管各类物资的高官。按理说，光是大人跑来一趟，哪怕没有任何公务，在下都要好生招待才是。但既然马总管把话挑明了，那在下也就直说了。我凌云手里有点小钱是真的，但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马总管想要钱没问题，只要帮我办事，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我凌云绝不会亏待盟友，可就怕马总管没这个能力，更没这个胆量。大胆，敢对马总管这般无礼，你活够了！林云果然是块难啃的骨肉，混账东西！本官与林公子谈话，哪有你多嘴的份儿？何况林公子还是府尹大人的座上客，卑职有罪，滚出去！马总管，考虑的如何？林公子想要下官如何做点什么？第一，我上次去于全府赴宴，曾送出去一批香水，我算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还望马总管能帮忙打听一下此事，看看有没有想要订购的。林公子上次那一批香水果然是好东西，现在余城内那些贵妇名媛们都在打听这香水，但那些官员因为职务参差不齐，都不敢来搅扰林公子，所以才没传出消息。这件事儿包在下官身上，只要林公子这边有现货，我保证能卖出好价格。好，那此事就定了。不知林公子打算多少银子卖一瓶？一瓶就暂时定价20两银子吧。什么？20两？怎么，马总管觉得贵？何止是贵，那么一小瓶的东西卖20两银子，林公子真以为当官的都是冤大头？当然不是冤大头，但据我所知，这些官员可都富得流油，卖20两一点都不贵。下官倒是没问题，只要林公子确定价格，那下官就按照这个价去卖。倘若卖不出去，林公子可就别怪下官办事不力了。马总甲尽管放心，这销售也是要有技巧的，要是愣卖，自然很难打动人。只要马总管能动动脑子，再利用一下手里的资源，相信一定能打开销路。到时候我可以保证，马总管每月都能收到一笔不菲的报酬。林公子能细说一下吗？下官吃鱼，没听懂您的意思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响产品的知名度，而最好的方式
就是从虞城最出名的人身上下手。最出名，那就是符印大人了。符印大人是大男人，又不用香水，找他有什么用？你要从符印大人身边的人下手。林公子指的该不会是符印大人的夫人吧？没错，就是大人的夫人。夫人上虞城上流社会，也算是名人吧？当然了，所以只要是女人，都喜欢这香喷喷的香水。只要夫人喜欢，愿意接受，马总管完全可以借用夫人的名人身份去宣传香水的妙用。那些官员的老婆本身就喜欢，再加上他们各家的男人都在符印大人手下当差，是巴不得能巴结上符印大人。你觉得这种收买人心的事，是不是一条商机？林公子真乃圣人也，这计划实在太精妙了。接下来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？不用了，下官已经全都明白了。第二件事，将来我还要做粮商，马总管有没有销路，能将粮食买到其他地域？林公子，这私自倒卖粮食可是杀头的死罪，应该不会是想给下官挖坑吧？当然不是，在下只为赚钱，可从不想害人性命。尤其是马总管这种人物，在下拉拢还来不及，又岂会陷害？那您说卖粮也没人敢收啊？我说过，你想要多钱，我都能给你，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和能力。如果是将粮食在凤阳郡流通，那必然走不通，就会被林家人发现。但要是流通到其他的郡呢？林公子是说，任何事都要先开源，马总管也不必太着急，这粮食还没种出来呢。这段时间你可以积极笼络一下人脉，要是能与其他郡的同僚搭上线，那赚钱的机会还在后面。下官明白，这些交鱼是给你的，不过我希望你能用这笔钱去运作一下香水的事儿，也当是我对你的考验。要是事成了，下一步我会再给你一个更大的买卖。林公子放心，下官一定尽心竭力。林公子，没有别的事，那下官就先告退了。马总管千万别太看重眼前这点蝇头小事，只要将我安排的事做好，赚大钱的机会还在后面。明白，林公子就看下官接下来的表现吧。相公，咱们赚点钱容易吗？这死胖子什么都没做，就两片嘴一说，你就送给他500两银子。三妹，你别胡说，咱们将来要赚大钱，现在自然要铺路。没有这马季的斡旋，咱们很难和那些达官显贵攀上关系。还是二夫人懂我的心。你上次不是与那秋光日还有秋意交好了吗？难道他们不能帮忙吗？何必低三下四的和这芝麻大的官儿费劲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术业有专攻。他马季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各类商贾和达官显贵打交道。秋光日就算能耐再大，在这件事上他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可是相公，这马季万一两头通吃怎么办？真没看出来，大夫人还有这种眼光。吴月姐说的没错，相公，你可要把控好。这帮贪官为了钱，可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如果真的可以两头通吃，那我也算他有本事。反正我给他报价香水20两银子一瓶，他要是能卖出100两一瓶，那就让他赚好了。不过说实话，相公，这香水卖一瓶20两银子，是不是太黑了？就是相公，你可真是黑心商人啊！制作香水的工艺也并不复杂，原材料就是一些普通的野花，就经过你那一套流程，就能卖出天价20两银子，在大端神朝顶得上普通平民至少2年的开销，甚至都能置办家业、娶妻生子都够了。哼，你们两个小丫头现在还背着巨债，却做起好人了。而且生意人本来就逐利，我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。相公，人家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担心怕价格太高卖不出去而已。放心好了，我就是卖的价格再高也会有人买。何况你要搞明白这些达官显贵的心态，价格太低人家根本瞧不上，也配不上他们的身份。只要将香水定位成高端奢侈品，他们慢慢就会接受。转眼又过去1周时间，牛背山方圆几百里地焕然一新。邱公子，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妥？哈哈，郑统领何出此言呢？这笔赃银，本公子会亲自上缴到渝州府的库房，
小人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您之前明明答应我家公子，剿匪所获的赃银要按照总数分给我家公子30%。之前不是已经给了你家公子800两银子了吗？难道还不够？当然不够。最近这1周的剿匪，累计收缴至少也有10万两白银。按照邱公子与我家公子的约定，我家公子至少也要拿3万两白银。郑有利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本公子又后悔了。实在没想到这帮靠搜刮民脂民膏起家的劫匪会如此富有。这么大的一笔不义之财，我于城府不到，他凌云也不能要。那邱公子打算如何处置这笔钱？很简单，本公子体恤民情，打算将这些钱全部散给于城百姓。好吧，既然邱公子体恤百姓，那我回去也好交差，就先告辞了。凌云派来的这4人虽然个人实力一般，但配上竹筒枪却如虎添翼，能以一敌百。而且这4人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也就是说，凌云必然私底下培养出了一批精通竹筒枪的将士啊！哎，郑统领，咱们就这样回去交差，林公子会不会惩罚我们吧？当然不会，林公子不是是非不分的主人，而且这次邱毅敢翻脸不认人，肯定另有隐情，咱们还是快点赶路。郑统领，这变化也太大了，牛背村不是无法种粮吗？林公子的本事岂是尔等能妄议的？看来咱们不在的这段日子，林公子又做了不少的大事。相公，快，郑有利回来了。这才半个月时间，看来他们这次剿匪挺顺利啊。卑职见过林公子，这次总算幸不辱命，完成了公子交代的任务。郑统领这次经过战场的磨练，整个人看起来更像个将军了。是啊，郑统领经过锻炼，肯定能将牛背村的司军培养得更好。二夫人说笑了，只要是能为林公子分忧，让卑职做什么都行。好，来，快跟我说说最近这半个月的情况。林公子，这次跟随那邱毅剿匪倒是很顺利，但最后他邱毅却出尔反尔，强行扣押了本该是公子的30%银子。我就说你小子好像有心事，原来是这件事啊。林公子，那邱毅欺人太甚，如此不讲信义，咱们以后还是不要跟他来往了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了。相公，看来于金府已经开始防备我们了。放心，该是我们的谁也别想拿走，就当先存在邱毅手里了。对方现在一定知道了竹筒枪的厉害和带来的实际好处，但想要长期威慑敌人，还需要大量的弹药。只要我们牢牢掐住弹药，就不担心余生府不妥协。这次剿匪一共收缴了多少银子？不算大笔物资，一共是10万两白银。相公，这件事绝不能这样算了。当然不能。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？直接和余政府翻脸？翻脸就翻脸。相公，你给我安排10名枪手，我一定能灭了那邱家父子。到时候有你做余征府尹，肯定得比他们强。你以为余征府的府尹是自封的吗？没有朝廷的认可，就算咱们将余征府攻下来，也完全没用，反倒会被朝廷当作反贼。就你们东路人最麻烦，要是在我南蛮，绝对要立即报仇。行了，这件事不怪你，你也不必自责。吴越，去拿100两银子赏给郑统领。是，公子。公子，咱们现在也并不富裕，这银子就算了吧。何况卑神这次也没帮上什么忙。郑统领不必推辞。郑有利，这钱并不是因为你立功才赏你，而是因为你这次的表现。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明白。林公子这次果然是在考验我。公子放心，我郑有离向天发誓，今生今世绝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儿。行了，你不用发誓，如果你真别有二心，发誓也不顶用。我只希望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。你下去吧。相公，上次马季送来的800两银子也被挥霍一空，再加上最近种田，又订购了一大批的种子，而且
每天还要给生产黑火药的村民发工资，咱们手里的银子也不多了。唉，相公，不得不承认，你赚钱的本事确实厉害，但花钱的速度也是真快，而且你出手太豪气了。就是装呗，等彻底周转不开了，相公就算有再大的本事，也发挥不出来。三位夫人莫要担心，这钱是赚出来的，可不是省出来的。只要都用在刀刃上，就不算挥霍。我保证，花出去的钱会10倍100倍的回来。就再熬一段时间吧。那边情况如何？我费了老大劲儿，总算是与那马姬见了一面。他让相公等着好消息就行。最近余镇府来了一位大人物，听说是朝廷派来的钦差，所以别说是马总管，整个余镇府都忙得不行。钦差来余城干嘛？我听马总管说，是来视察民情的，而且这次也只是顺路来余城。听说是浩城出现灾荒，饿死不少百姓。浩城灾荒？这怎么可能？浩城可是凤阳郡远近闻名的产粮大户，要是浩城都能饿死人，那凤阳郡岂不是都要饿死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等到马姬来了，你亲自问他好了。对了，相公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在余城路过那铁匠铺，是那老铁匠给你的，说是之前相公订购的。里面到底是什么？你没打开看看？当然看了，不过都是一些细小的铁块，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这可是好东西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当思念飞过夜空，不过这些灵祭造的实在太粗糙了，边角的位置还有多余的废铁，而且每个零件都不对称。还好我提前制造了一个简易版的打磨机。谁啊？公子，是马总管来了。哦，快有请。下官见过林公子。马总管，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是将你盼来了。怎么样，这次可有什么好消息带来？当然，林公子上次的计划实在是高明啊！下官只是略施小计，就成功让府尹大人的夫人帮咱们狠狠宣传了一波。之后我闲暇之余就一家一家的去拜访，那些夫人名媛果然都舍得花钱。公子，这是2000两银子，请笑纳。卖了100瓶？倒还没有这么多，只是下官想要囤一些，到时候也方便售卖。原来马总管是这么想的，这是好事儿，证明马总管已经开始上道了。不过你想两头通吃，这就有些过分了吧？不，林公子误会了，下官已经想好了，你以后不用给下官好处费，只要能源源不断的给下官供应这些香水就行。好，马总管果然靠得住。既然谈到现在是双赢，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吧。哎呦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马总管还没吃晚饭吧？今晚就留下，咱们好好喝几杯。林公子，下官今晚是偷着赶来的，要立即回去才行。要是让府尹大人知道，下官可就完蛋了。马总管不必担心，这个时间段就连你都能偷懒办私事，那府尹大人肯定也是如此。你就放心留下陪我喝几杯，保证耽误不了你的公务。既然林公子盛情难却，那下官就叨扰了。请。五月，快准备酒菜，我要和马总管喝几杯。饭菜马上就好了，马总管来的可真是时候。让大夫人费心了。马总管，我听乌娜说，朝廷派来的钦差是专门调查浩城灾民的事。别提了，浩城府尹这次怕是要到头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浩城不是凤阳郡的产粮大户吗？怎么会饿死人？哼，浩城确实产粮不假，但昊天府尹为了中饱私囊，去年居然强行将百姓手里的粮全部低价收走，再倒卖到其他的郡府，他倒是赚个盆满钵满。
但百姓可就苦了。尤其是今年旱灾严重，号称今年的粮食别说是外卖，就是自己留吃都不一定够。不过林公子，您可真是神人啊！今年整个凤阳郡多处闹旱灾，庄稼都被活活晒干了。你这牛背村按理说更是最贫瘠的土地，怎么反倒长势这么好？听马总管这么一说，我就放心了。看来今年就算卖粮，也能赚一笔好钱了。是啊，现在粮食最值钱。林公子到时候要是真的开仓放粮，绝对能赚个盆满钵满。不过，按照余政府下放在各地的征粮条例，林公子要优先给余政府纳粮。需要纳多少粮？你可知道？纳粮比例是总产量的2成，这是强制执行。当然，这些粮食余前府也要上供给林家，而林家要将各个地方的粮收集起来，再拿出一定的比例上供给大端神朝。这么说，如果我牛背村今年总产量是1000万斤，就要先拿出200万斤的粮食上供？不错，林公子，您可千万别舍不得，这纳粮可是好事儿。朝廷为了激励农民多纳粮，会奖励纳粮的村子，就好比牛背村，要是纳粮交满了，可以享受一些特殊优待。如果表现得特别优秀，甚至可以踏入仕途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不过要满足这个条件，至少也要按照最高额度纳粮超过5年以上。林公子，您能否告诉相官，牛背村这次收割庄稼都产多少粮？这很重要吗？林公子别误会，下官只是好奇而已。何况咱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联系，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啊。要是有什么好事儿，下官也好帮公子一把。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前，你先告诉我，府尹大人对我牛背村现在是什么看法？是这样，因为那钦差来巡的缘故，府尹大人将牛背村当作示范村，并邀请钦差过段时间来这儿视察。哦，那你为何之前不说？林公子可千万别误会我，不是我不说，而是这件事现在还没正式下公文，没定下来的事，下官岂能乱说？不过，就算林公子不问，下官也一定会告诉你的。相公，钦差来巡视确实是好事，但就怕那秋光日没安好心。为何这么说？刚刚听马总管说，浩城现在正在闹饥荒，如果咱们牛背村今年迎来大丰收，秋光日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一定会做顺水人情，在钦差面前表现，将我牛背村的粮食救济给浩城。按照二夫人的思路推断，这确实很有可能。看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。林公子的意思是提前收割，隐瞒产量，可行。林公子，这办法倒是可行，但可是有风险的。一旦被府尹大人发现，或者被钦差发现，牛背村可就完蛋了。哼，不管怎么说，想让我凌云替别人做嫁衣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我也不会答应。林公子放心，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是不可能出卖你的。开饭了，马总管，请吧。马总管，有一件事，不知你是否知道内情？什么内情？就是前不久我派手下侍卫协助于公府剿匪的事，差点就忘了。林公子，下官知道那邱毅贪了与林公子商议好的赃银，为了这件事，府尹大人还与他发生过争吵。没想到府尹大人还会为我说话。府尹大人为官多年，老实说，他是一个极重视规矩的人，而且大人曾说过，想要利用林公子剿匪，甚至是升官发财，但却从没说过要对林公子不利。哦，那后来呢？府尹大人就没说继续履行契约？林公子放心，这件事不会这么算了的。就算府尹大人给忘了，下官也会提醒的。哎，马总管就不必参与了。要是让府尹大人察觉出咱们之间有染，那可就不妙了。没事儿，下官也算是府尹大人的心腹，别人说不了的话，下官还是有发言权的。我懂府尹大人的心思，他现在一心想往上爬，是离不开林公子这样的能人的。反倒是这邱毅一直在拖后腿。看来府尹大人父子关系是不太好啊。哎，岂止是不好，已经算是非常糟糕了。邱毅一直在暗中组建自己的势力，虽然不知要做什么，但肯定是要与府尹大人唱反调的。所以林公子千万别误会，那邱毅做出一些事并不是府尹大人的意思。相公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怎么想的？就是这马季啊，你觉得他可信吗？这个世界除了亲人，原则上讲都不可信。我也不需要完全相信，
只要维持住现在这种互惠互护的关系就好。你让那马季什么都没干，就一瓶香水净赚10两银子，比我们还要轻松。傻丫头，你不要只看眼前，他确实什么都没错，但没有他从中斡旋，咱们手里的香水根本就卖不出去。换句话说，他拿的这些利润都是用强大的人脉换来的。等着吧，我要让香水的味道传遍整个大端神朝。相公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出去转转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来，就是为了得到这次收割的粮食。如果府尹大人有这个想法，那必然要讨好相公，所以那老东西会将银子送来，3万两银子，我都不敢想。要是真能要回来，咱们的那笔债可就有希望了。第一次来到牛背村，这里还只是一片荒地，遍地都是穷酸味。但这才过去不到半年时间，整个牛背村已经脱胎换骨，焕然一新。林公子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出来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就是出来随便看看。对了，马总管没事吧？他身上可是还带着100瓶的香水。林公子尽管放心，如今牛背村通往余征府的这条官路十分安全，早已没有劫匪了。好，这都是你们的功劳，回去吧。是。另外，替我将老村长找来，我有些话要和他说。是。林公子，您找我？按照现在庄稼的长势，等收割的时候，大概能产多少小麦？最近几个月，村民们一边种地一边统计过，咱们这次种植面积是1100亩。看着庄稼的长势，1亩地最少也能收300斤的粮食。如果按照这样计算，那今年的收成的粮食就有30万斤。你确定亩产量能有300斤？放在大端神朝，亩产量能达到300斤可是天文数字，而且还是牛背村这在外界人眼中最为贫瘠的土地产生。小老也不敢保证，但大概应该在亩产300斤上下。好，看来咱们牛背村今年要过个肥年了。林公子，你是得到什么好消息了吗？不错，我刚得到消息，号城缺粮，还有钦差有可能来牛背村巡视。林公子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要是有钦差来巡，那牛背村就算彻底要出头了。不能说是绝对好事，只能说喜忧参半吧。为何？今年整个凤阳郡多地旱灾，导致粮食供应不足。再按照府尹大人的一贯表现，他为连自己仕途，怕是要将我牛背村今年的粮食拿出来赈灾。所以，为了咱们牛背村长远利益着想，我打算提前收割。若是有30万斤的产粮，便按核定标准上报20万斤，余下的留作咱们村的应急储备。这样咱们手里有余粮，就算发生什么事也不慌。还是林公子深谋远虑，那就这么办。那些一心盘剥乡里的不良差，从来不为咱们百姓着想。另外，林公子尽管安排就好，小老一定组织村民，就算加班加点，也要提前收割粮食，绝不给他们算计咱们的机会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您老预估一下收割麦田的日期，之后提前3天开始。切记，此事不可宣扬。明白。小老这就回去给他们开会。等一下，林公子还有什么吩咐？明天组织村民，在村内再挖出一个更大的地窖，用来储存粮食。是，小老记下了。你俩可知道，那林云是如何将香水卖给城内达官名流的？大人何必大动肝火？那林云不过是投机倒榜，赚了点快钱而已。也难登大雅之堂。而且我大端神朝中共分士农工商4个层次，这林云既然自降身份，甘愿做商户，那就随他去好了。哼，要是他没有这么大的野心，本官就不担心了。我就怕他假借经商的名义，却暗中以香水为引，结党营私，那威胁可就大了。大人，这林云的野心早已暴露无遗。常言道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只要一切都放在明面上，就证明林云并没有想隐瞒的意思。既然都被大人看在眼里，那又何来威胁呢？马总管言之有理。大人，这林云是个人才，咱们必须要拉拢。就算要打压，也绝对不是现在。别忘了，咱们已经与钦差大人商定，要去牛背村视察，更要让牛背村出粮来赈灾。这么大的事，是需要一定交情的。大人切不可丢了西瓜捡芝麻。另外，大人也不必生气。林云突然绕过大人，将香水卖入余城，必然是在上次剿匪的气。大公子可真是不地道。当初他和那林云商议好会给的银两，却被尽数克扣，换作是谁心里都不会舒服。好，你二人言之有理，倒是本官太谨慎了。马总管，卑职在。
去库房提3万两银子还给凌云。大人，3万两是不是太多了？依卑职看，给那凌云1万两都算多了。马总管果然是本官的好管家，不过这该花的银子绝对不能省。是，大人。正如常师爷所说，这凌云现在还不能得罪，何况这银子本来就是他应得的。大人，之前大公子将银子交给下官时，可是一再叮嘱，不允许下官还给凌云的。哼，那逆子胆大包天，我自不会饶他。你就按我说的去执行，大公子那边不用你管。卑职领命。另外，这3万两银子也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你去替我转告凌云，想在余征赚钱是需要纳税的。之前他卖了100瓶香水的3000两银子，本官就不计较了。但若再胡作非为，就别怪本官不讲情面了。大人放心，这件事交给卑职就好。大人，咱们对这凌云最好还是恩威并施。为何？难道还要本官低三下四求他不成？大人还要求他办事。大人先别忙着生气。这凌云之前就掌握竹筒枪那种能改变游戏交泽的火器，就已经算是一方人物了。至少这种人咱们短期内不能惹，还对咱们有非常大的利用价值。但这次就不一样了，他居然能让牛背村那鸟不拉屎的荒地变成种粮大户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本事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今年整个凤阳郡都干旱少雨，所以导致产粮低下，而牛背山今年却连着下了好几场的大雨。此消彼长下，牛背村也与其他的村镇拉开差距。在当今，谁手里有粮，谁就是大爷。是啊，谁曾想这小子本事这么大，居然能让牛背村风调雨润，真是邪了门。大人，卑职说的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。您试想一下，这小子手里有打胜仗的火器，还能自产粮食，要说他没什么野心，恐怕都没人会相信。所以，卑职以为这凌云怕是早有图谋。哦，这小子该不会想要对本官下手吧？大人之前不是调查过这凌云在林家的事儿吗？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。依我看，这小子8成是想要报复林家。什么？报复藩王？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大人，别忘了，去年在朝廷，削藩可一直都是热门话题，甚至因此死了好几名国事院重臣。虽然最后不了了之，但皇上肯定也意识到藩王对当今朝廷的危害。常师爷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东一头西一头都将本官搞晕了。卑职只想表达一个意思，那就是提前与凌云交好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也绝对不能得罪这凌云。到时候这凌云正有要起事那天，咱们便可借着这一风做出最后选择，哪边有利，咱们就选哪一边。好，常师爷果然是深谋远虑，已经想到了这一层。本官能有常师爷出谋划策，还真是鸿福成天呐！大人过誉了。不过这凌云真的是大人一生之中最大的一次机遇，抓住了便可扶摇直上9万里，将来或许也有机会位列朝堂。马季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无视本公子的命令！大公子这是哪里话？不知哪件事惹得大公子不快了？我知道，你是想提取那3万两银子送给凌云，你是将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吗？哦，原来是这件事啊！哼，大公子还真就错怪下官了。下官提取这3万两银子是奉府尹大人的命令，要是没有大人的命令，就是给下官100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做啊！我上次已经和我爹说过此事，他怎么会答应？是千真万确，下官岂敢在这件事撒谎？大公子若不相信，可以亲自去问府尹大人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见我爹。马总管就先稍等片刻，要是敢趁我不在将银子送给那凌云，休怪我翻脸不认人！哼！爹，您真要将那3万两银子给凌云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爹，此事不妥。那牛背村在凌云的领导下已经变得愈发强大，要是再给他这3万两银子，更是如虎添翼。您是想培养出一只能吃人的猛虎吗？爹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小子该打，这一巴掌是为了将你打醒。大公子，眼下可是特殊时期，钦差大人还在我于公府做客，但一次性给那凌云3万两银子还是不妥。要是将他养肥了，我于政府可就要遭殃了。哦，没想到你小子居然比你爹我还要在乎于政府的利益，真没看出来，原来我还冤枉你了。好了，你也不用废话了，你现在就立即滚回家去，以后没有我的许可，不准迈入于政府那一步。爹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就算不是您儿子，那也是于当府的兵马总管，同时也是从五品的朝廷命官，我有权利知道一切，并参与其中。大公子，谨言慎行，不可胡说。小子，
你可知道这于征府谁说了算？你确实是朝廷命官，也是兵马总管，但又如何？还不是要你老子我给你受命？老子倒是没权利罢免你的官职，但有权利扣押你手里的军印。爹，你别逼我！哼，还敢拔刀？怎么，你还想杀了本官？爹，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意见，同时也能认同我的职务，莫要以势压人。来人呐，给我将这臭小子的兵器和军印缴了，再将他押入大牢。啊！你这个老糊涂，你听信那凌云的谗言，一定会后悔莫及的。去通知马总管，一切照例进行，莫要耽误大事。是。郑统领怎么也在这儿？林公子，是这样，牛背村现在劳动力短缺，之前2县开工已经人力紧张了，如今又要开凿地窖，就更缺人。小老也是担心影响收成，所以特地请郑统领率众位将士前来帮忙。这件事确实是有些为难您老了，不过此事下不为例。我凌云培养私军是为了保护牛背村不受外敌侵犯，而不是干活的。要是万一现在有敌人闯进来，会造成多大的损失？相公，老村长也是好意，只是没考虑太多，你就别怪他了。大家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让牛背村变得更好。林公子说得对，二夫人不必为我求情，是小老考虑不周。老村长，您是牛背村资历最老的人，我凌云虽是领主，但也是打心眼里尊重您。我刚刚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只需要各司其职，各安其命就好。当今的牛背村即将成为重炮之地，一旦过段时间钦差到来，势必会被四周村落或者更远的一些城府知悉，到时候必定会有一些不长眼的前来侵犯，所以该有的警戒还是要有的，绝不能松懈。好，林公子，卑职已经安排了一小队的将士在外巡逻，要是有危险，就会鸣枪示警。郑统领，老村长只是村子里的老人，他不懂情有可原，但你可是我司军统领，你难道也不知道轻重缓急吗？只要是涉及到牛背村安全的事，都不是小事。我希望你能谨小慎微，不可再乱来。卑职明白了，罚你半年俸了，下去吧。林公子，您还是别罚郑统领了，要罚就罚小老吧。老村长不必介怀，这管理军事和对待村民是两码事。我作为牛背村的领主，必须要严格管控私军，只有严明的纪律，才能让牛背村村民都安居乐业。要是连最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，村民们哪还有心思做事？这地窖修建的不错，您老最近这几个月就多多费心吧。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凌云不近人情，但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，做任何事都要将个人情感和公事区别开，要是公私不分，必会酿成大祸。当然，咱们还有时间，要是真的忙不过来，可以慢慢修建这地窖。林公子，您不用和我们解释，大家都十分认同您，而且也知道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牛背村更好。相公，你今天为何要这么严厉？就算你说的都对，但也应该法外留情，这样才能拉拢人心。要是让大家都与你产生隔阂，对我们接下来的发展可是相当不利。我凌云一向奉行恩威并施，长皇分明。我上次可以奖励郑有利，那这次就可以惩罚他。我要让他明白，他就算手里控制着兵权，也有不可触犯的规矩，而这规矩就是我单独给他一人设立的。相公的思路果然异于常人，不过你说的对，他现在手握重兵，而且属下都配备竹筒枪，要是让他无法无天，再乱了纲常，那确实容易出现安全隐患。是啊，虽说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但也要让他明白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。十四爷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十四爷，快进去吧，马总管他刚刚来了，现在正在厅堂，大夫人和三夫人正在陪同。快走。怎么马总管这次这么快又来了？难道是那100瓶香水卖没了？卖香水自然是好事，但依我看，马总管这次来带来的好消息可不止这些。林公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下官之前还以为要等上一段时间吃午饭呢。嘿，马总管都来了，自然要安排好。吴越，快去备午饭，
上次品尝大夫人的厨艺，让下官回去后甚是想念，所以此次前来蹭饭，还望大夫人勿怪。马总管喜欢的话，以后可以经常来蹭饭。不过你可要多卖一些香水才是。马总管此次前来，可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？马总管，这是何意？林公子，这是3万两，下官也是费了不少口舌，才让府尹大人答应交出这笔钱。马总管果然是办大事的人，如此，我就先谢过了。哎，林公子千万别客气，这些也都是下官应该做的，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林公子。什么好消息？邱毅如今已被他老子罢免官职关起来了。马总管的这个人情，凌云记住了。咱们来日方长，只要我凌云前途光明，绝对不会让马总管寒心。那就多谢了，林公子。下官来前刚刚与府尹大人还有师爷常云面谈，看来那钦差大人来寻牛背村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所以，既然夫人大人给在下这个面子，那我必然不会让他为难。只要不触犯我牛背村的整体利益，我倒是愿意捐粮赈灾。好，有林公子这番话，下官回去也好交差了。马总管还有事儿？是这样。府尹大人已经知道咱们在虞城卖香水的事了，对此他是十分不悦。我猜到了。他还说什么了？大人还说，林公子要在虞城做买卖，该纳的税还是要交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就按照虞知府规定的税收扣除就好。林公子，因为每次卖出的香水中也有我的那一笔银子，所以正常的税收就交给下官好了。哎，这不妥，马总管赚的也是辛苦钱，还为我凌云两头跑，岂能让你吃这个亏？没关系，税银只是小钱，下官完全可以承受。不过，林公子，凭我对府尹大人的了解，您在他的地盘赚钱，这件事肯定绕不过去。所以你最好好事单独准备一份银子，定期送给府尹大人。这样一来，咱们赚钱也踏实。马总管提醒的对，这该花的银子还是要花的，就当花钱保平安了。林公子，老规矩，再进100瓶。马总管，看来这生意越来越好啊。你赚钱自然是好事，但你每次涨价都必须要先通知我，这是我新定的规矩。还请马总管能熟知。当然，下官又岂敢隐瞒报价？毕竟香水是林公子费力制造出来的。相公，马总管这次带来的消息可着实不少啊。是啊，真是没想到，邱光日为了讨好我，居然将自己儿子关入大牢了。看来这位府尹大人想求相公办的事不简单啊。相公还是提前做好准备的好。哼，没关系，他就是胃口再大，那也要先看看牙口如何。要是贪得无厌，小心崩碎了牙。相公，这些交子就是上次郑有离参与剿匪得来的。不错。相公，有了这笔银子，咱们终于可以过得宽裕了。这些银子不到迫不得已是不能动的，留作给你们3个赎身用。相公最好了。老村长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林公子，不知这次叫我来所为何事？地下粮仓修建好了吗？早就完事儿了，现在只剩收尾工作。自从上次听了林公子提的几点要求，小老这2个月一直严抓质量，并将隐秘性和通风干燥2项指标放在首位。您老辛苦了，不过现在吃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牛背村打造一个好的基础。林公子可千万别这样说，要说辛苦，那还得是你呀。而且功劳最大，能让贫穷的牛背村过上现在的好日子，村民们都十分感激。就是老村长说的对，在林公子的带领下，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，这都是林公子的功劳。我最近几天就一直在观察麦田，小麦已经成熟了，所以这次叫你们来是通知大家，从现在开始正式收割，发动全村力量，让大家都暂时先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尽快将粮食全部收割。这是不是太急了？再有不到1个时辰天就黑了，要不等到明天再收割？村长说的是啊。不行，
我等的就是天黑，今晚发动全村，就算是老弱病残，也要出来收割，赶在天亮前将所有庄稼收割完毕。林公子，咱们今年可是种了整整1000多亩地，想要一夜收割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老村长，我知道有困难，但就算困难再大，也必须完成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咱们牛背村的粮食已经被余政府盯上了，今晚收割完毕，等余城府派人来，他们也不知道咱们到底产了多少粮食。要是被他们得知了具体产量，将来牛背村就要年年被余城府剥削。所以您老看着办吧，成败在此一举，牛背村能不能闯出一条阳关道，就看今晚了。好，就是今晚活活累死，也一定要收割完，绝不给他们可乘之机。相公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那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列位，粮食对我们牛背村来说就是命根子，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染指的。将来就算要卖粮，那主动权也必须要掌控在我们手里。我知道大家这2个月都很辛苦，我凌云都看在眼里，也衷心的感谢大家能一直这么配合。所以今夜收粮，每人必须要收割至少2亩地，只要能达到要求，我凌云将以个人名义奖励每人1两银子。要是谁能收割2亩地以上，每多出1亩，便再多奖励1两银子，以此类推。好，林公子放心。对，就算林公子不奖励银子，我们也一定完成任务。是啊，我们视金钱如粪土。好，那现在就开始。哎，这才刚开始就花了这么多银子，相公，你都多余提银子，这么多钱干点什么不好？就是这钱花的也太不值了。你们懂什么？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这点银子换来的是全村人的干劲和忠心，值了。花点钱不要紧，但这可是第一次丰收，必须要提振士气。大家赚不到钱，吃不上饭，以后谁还会费心费力的种田？二妹三妹，相公说的有道理，你们从来没种过田，根本体会不到种田的苦累。忙碌大半年，要是颗粒无收，农民又为何要出力不讨好？何况粮食在大端神朝就是命根子，是任何势力都不敢无视的物资。也对，咱们手里有余粮，将来主动权就在我们这边了。林公子，大家都累坏了，今天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停了？当然，未来2天大家都可以在家休息。另外，您老安排几人将收入粮仓的麦子都筛选好，统计一下斤数，做好收尾工作。相公，你们再等一会儿，我这就去做饭。别，大夫人昨夜辛苦，今天就让为夫做饭吧，正好也让你们3个尝尝我的手味。吴月姐，相公真好。三妹，你怎么了？脸这么红，不会是生病了吧？是吗？可能是干活累的，没想到收割庄稼这么辛苦。三妹，这是想要相公疼了？没有，吴月姐说什么呢？三妹，说真的，你也跟了相公大半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你该不会是……说什么呢？你们2个真是气死我了！算了，不理你们了。喂，你不吃饭啦？相公的手艺，下次可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上了。我不饿了，我困了，先回去睡觉了。吴月姐，你说乌娜想通了吗？别担心，看这丫头刚刚的表情，8成是有门。诶，乌娜呢？她说不饿，去睡觉了。这丫头真是不给面子，不吃拉倒，有本事以后都别吃饭。相公，这面都做好了，你干脆直接给她端过去，或许还有意外收获哦。